他明明记得自己乘坐的飞机忽然坠落，生还的几率为0的，所以他应该已经死透了。现在，难道是灵魂在做梦？既如此，他便好好的享受一把。反正呢，对方如此的俊美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边的男人起身，临走之前似乎还塞了一块玉佩在他的怀里。清晨，家门不幸啊！听说大小姐在里面跟人厮混，做了伤风败德的事。洛青鸾彻底惊醒，脑中钝痛，一波波的记忆疯狂地涌来。他才意识到自己穿越了，他堂堂未来世界古武世家的豪门大小姐，穿成了古代的相府千金。贱人，还愣着干嘛？本相没有这种不要脸的东西，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老爷，不要啊！若是打死了他，太后问起来可怎么办呢？不如送去乡下吧，休养几年，等瑞王游历回京，再谈他们退婚之事。毕竟是这个小贱人先伤风败德的。按照这个时代的规矩，若姐姐德行有缺，身上的婚约是可以顺延给妹妹的。但若陆青鸾被打死，婚约就废了。所以陆青鸾还不能死。也好。哼，相府，陆家，你们今日不杀我，便等着来日我回来杀你们吧。相府内，二小姐陆晴雪忽然从脚边的一簇杂草中捡起了一块玉佩，难不成是陆青鸾那贱人的？相爷，叶王府的人求见。快！陆相爷，有个事请教，你家哪位女眷手上有这样一块玉佩？啊，是我这块吗？这，属下拜见准王妃。王爷一诺千金，让属下前来寻你。整个相府都震惊了。5年后，陆青鸾踏上了回京的路，有些愁，有些怨，是时候该清算了。有水吗？不见。抱歉，你的水我要了。掌心瞬间飞出了一个银锭子，落在车板上。玲珑腰间垂着的水囊就被对方以内力吸走了。陆青鸾本就对这男人有敌意，见此瞬间被激怒，拿起他的银锭子抖手飞出，凌厉的内力瞬间将那水囊打破，水瞬间倾泻而下。放肆！哼，放肆！我放肆的时候多了。你不问自取就是偷，我不杀你已经是便宜你了。你究竟是谁啊？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足有数十杀手在四面八方的草丛里猛放暗箭。小心！一支箭雨嗖地飞到了陆青鸾的面前，却被宇文寒意一把捏住。你没事吧？玲珑，我们走。好个没良心的女人！小姐，您认识方才那个人？不认识。陆青鸾淡淡一语，也不再想那个人了。那人5年前玷污了他，可到底不是主谋。真正的主谋在京城相府，看在他表面上不似大奸之恶，还是孩子生父的份上，今日饶他一命。只是陆青鸾的心里始终还是不太平衡的。他3个聪明伶俐、漂亮好看的宝宝，生父竟是这种江湖草莽。不过他这次是回来复仇的，不想太高调的炫娃，以免给孩子带来危险，所以他差人单独护送孩子从另一条路悄悄进京。听说了吗？瑞王回京了，相府那个丑八怪也要赶着回来呢，真是世道不公。瑞王那么英俊潇洒的人物，怎么就配给了一个臭名远扬的丑八怪呢？听说那丑八怪不检点，水性杨花，和他娘一样。怪只怪先帝赐婚，谁也改不了啊。你们说，那相府的丑八怪大小姐见着瑞王，会不会自惭形秽到上吊啊？在相府的推波助澜之下，他的名声已经如此的不堪了吗？5年前，他们为了夺走他身上的婚约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看，瑞王殿下，
瑞王殿下这是要停下休息吗？我们什么福气，竟能见到殿下？陆青鸾原本懒得见他，不过转念一想，既然回来了，先打个照面也无妨的。天哪，仙女！姑娘，追上那马车，也不知是京城哪家的小姐。宇文泽英俊的脸上浮出了浓浓的兴趣。不管哪家，给本王找。他对那个女人一见钟情了，这也越发坚定了他要与相府那个丑女退婚的决定。哼，一条贱命倒是金贵得很。确实比你们这些庶女金贵许多。娘，你看他多嚣张，一个土包子，他凭什么？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安排这么好的院子住？沉住气，他没几天好日子了，你别太心急了。之前为了重伤他，我们散布出去那么多谣言，不知多少人暗中瞧着呢。我若刁难他，苛待他，不是给人瞧了笑话。听蓝轩先给他住，等他乖乖把瑞王的婚姻顺延到你身上，你就是撕了他，我也不管。莫要一时之气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。还是娘厉害。等三姐跟瑞王成婚，二姐再与燕王成婚，以后京城还有哪个不长眼的敢瞧不上咱们相府？没错，还是景儿聪明。姐姐，多年没见，别来无恙啊。他正是因为5年前捡到了那块玉佩，才被叶王府内定成为准王妃的。原来那日陆青鸾没有被流氓玷污，与他共度一夜的人竟是叶王。可能当时柴房昏暗，叶王没有看清陆青鸾的脸，第二天只凭玉佩来认的人。哼，咱们还是有事说事吧，别告诉我你是来跟我续姐妹情的，我可没那心思。啊，姐姐怨我也情有可原，不过如今你我真不是敌人。你应该听说了吧，我即将成为叶王妃，不跟你争瑞王的。当年也是年少无知，这些东西就算我对姐姐的赔罪了。陆晴雪这是想干嘛？还有一些与姐姐身材相合的衣裙，都是今年新裁的，想必姐姐应该喜欢。陆清渊决定配合她演戏，故意道：确实都挺好看的。明日在金钟湖上有诗会，贵族世家的公子小姐都会参加，很是热闹。姐姐如今回来，不如一起去玩下，听说瑞王也会去。好啊，穿着妹妹送我的衣裙钗环吗？自然。这陆青鸾说到底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一点衣裙钗环就给收买了。看他明日怎么个死法，最好痛快点儿，早死早安生。姐姐来了。姐，他也去诗会，他凭什么呀？他那么丑，万一吓到人，不是丢了我们相府的脸吗？都是自家姐妹，姐姐这些年也是受苦了，你就不能体谅一样？陆青鸾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发现相府如今还真是豪横，3个小姐出门竟是3驾大马车。怎么样了？小姐放心吧，奴婢看着陆青鸾上车了，他跑不掉的。哼，那就好。平稳的第3辆马车忽然不知怎么了，打起了滑。当跑到湖岸的时候，那大马车的轮子竟是在打滑中咔哧一声断了，马车失去平衡，一下子翻入了大湖。有人落水了！哎呦喂，是相府的马车！陆青鸾，祝你好好上路。大姐，快救我大姐！大姐！什么？掉下去的竟是相府那个丑八怪？掉便掉下去了，我看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要收了这丑女，不让她祸害瑞王呢。是啊是啊，也就这未来叶王妃心地善良，急成这样，这种人呐，死便死了。大姐，妹妹在叫我。
那掉下去的是谁？哦，我觉得第3辆马车不够舒适，我就跟三妹换了。没想到这第3辆马车还真是质量不行啊，车轮都断了。哎，三妹救上来没？掉下去的是依依，应该是吧？你们还愣着干嘛？救人呢！三小姐要是有个3长2短，回去看姨娘不掀了你们的皮。依依，陆晴雪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反倒害了自己的亲妹妹。妹妹，你也不要伤心，三妹素来福大命大，不用你管，你这个贱！陆青鸾原以为陆晴雪会即刻带着她妹妹返回相府请郎中，却没想到陆晴雪只是把陆依抬上马车，吩咐丫鬟婆子好生照顾。妹妹，出了这样的事，这湖上诗会咱还是不参加了吧？不，今日诗会必须参加。依依福大命大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不过如今只剩下1辆马车，就委屈姐姐与我共用1辆了。陆晴雪说的直接明白，陆青鸾嘴角直抽抽，这是杀他的心还没有绝呀。这相府2小姐当真有些意思，亲妹妹都生死不明了，竟还能要去参加那劳什子的破诗会。这你就不知道了，今日诗会可不简单，咱们太妃也会去。2小姐这些年为讨好太妃煞费苦心，今日怎会不去呢？再说了，王爷此刻已经入京，说不定啊，一会儿也会出现在诗会的。旁观了整个过程的宇文寒意眼眸冷凝，这相府的小姐们还真是个个不简单。他不由得想起昨日路上对自己横眉冷对的女子，也不知是否还会碰到。看身形，倒与刚才这相府大小姐有些相似。王爷，属下刚刚过来的途中看见一个小娃娃，跟王爷长得一模一样。属下猜测，会不会是王爷在外面的私生子？我看你该治治眼疾了。开什么玩笑，他就5年前碰过一次女人，哪来的孩子？看，未来叶王妃来了。哼，瞧瞧，还带了个人呢。这大白天的护得严严实实的，多半就是他那个又丑又恶毒的姐姐吧。他来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来纠缠瑞王呗。他虽是丑八怪，但与瑞王有婚约，瑞王也是没办法。我家小姐容貌倾国，武功高强，医术无双，还有在江湖上的身份呢。说出来能吓死你们这些无知迂妇。让姐姐受委屈了。哎，不及依依委屈，都没能来。姐姐，我去见太妃，太妃不喜见外人，我就不带你过去了。瑞王殿下在那边，你先过去等我，我会让赵王府的赵郡主照顾你一二。也好，只是那赵郡主的名声他还是听过的，一心思慕瑞王，他这个头号情敌过去会照顾，只怕要好好的刁难一番，让他在诗会上出尽洋相吧。你便是那相府的丑八啊，不，相府大小姐，算是吧。我是赵王府的春兰，跟我来吧。诗会上都是朝中的王公贵胄，仔细着小心得罪了谁，让人拖下去打一顿。哼，你这丫头派头没多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怎么说我未婚夫都是瑞王，我好歹也算未来的瑞王妃，谁敢把我拖出去打一顿啊？岂非是在打皇家的脸？这是谁呀？口气如此之大，风大不怕闪了舌头？哼，你妹妹陆晴雪还让我对你照顾一二，如今看来我这区区的小郡主，将来还要仰仗你这瑞王妃赏口饭吃呀。好说好说，等我入了瑞王府做正妃，郡主若是有心作侧，到时候我必定赏你脸面的。笑死我了！堂堂赵王府，数代功勋的异姓王，以后还要仰仗相府大小姐给脸呢。这便是瑞王的未婚妻，
怕脑子不清楚吧？何止是不清楚啊，那简直是失心疯啊！满堂的哄堂大笑，各种奚落，尖酸刻薄，堪比市井。够！你给本王听好了，本王就是死了，也不会娶你这种粗俗愚蠢的女人做王妃。那王爷是在抗旨吗？抗旨可是欺君之罪呀。你放心，本王自会亲自前去请旨退婚。若是父皇不应，我便跪死在他面前，也休想让我娶你。唉，瑞王，你又何必呢？自由虽可贵，生命价更高啊！你若回头多看我2眼，说不定就会发现我生的也是格外眉清目秀，才华横溢。你我日久生情也是很有可能的，只怕到时候你会对我爱得无法自拔。谁知陆青鸾再次大言不惭。堂内人人憋笑，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女人。眉清目秀，哼，那不如就让大伙看看，你究竟如何个眉清目秀法。还是莫要看我的真容了，毕竟我的才华已经很厉害了。再看了我的面容，瑞王对我一见钟情，以后不要你了，可如何是好？哎呦，不要脸，厚颜无耻！这个女人是来搅局的吗？才华横溢，那好啊，此地刚好有一处展示你才华横溢的地方，不知你这丑女敢不敢来试试？好，是什么？此处有一盘战神夜王殿下留下的残局，已是死局。但夜王殿下离开时曾说过，若有人连落3子，方可彻底拧转残局。可已经4年了，依旧无人落下这3子。若你落对了，落对了有什么奖赏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若是落对了，扭转了夜王的残局，瑞王殿下是不是就承认我的才学，肯立刻娶我了？好啊，你若3子破局，本王考虑娶你。可你若失败了，就要立刻随本王入宫退婚，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反正瑞王你这美人，我是要定了。他当然不会看上他，他这次回来就是要退婚的，只不过想故意戏耍他一番，让他吃点苦头。丑八怪，你来落子呀！你倒是快点啊！你们赶着投胎吗？夜王妃到。姐姐，不得放肆！你连棋盘都没见过，如何会下棋？妹妹此言差矣。我虽连棋盘都没摸过，但我生来天赋异禀，梦里自有大师教导，下棋什么的早就不在话下了。陆晴雪有些幸灾乐祸，没想到陆青鸾为了引起瑞王的注意，已经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那你倒是下呀！陆青鸾看人来的差不多了，于是不急不缓地拿起仅有的3颗棋子，随即真如没摸过棋盘一般，笨手笨脚地将棋子一一落下。叶太妃，你看看他下的对不对？所有人都无比期待，就见叶太妃摇了摇头，众人立刻热情高涨。看吧，陆青鸾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草包，哗众取宠，简直不堪。没错。陆晴雪更是抑制不住勾起了胜利的微笑。你们误会了，本妃摇头是因为本妃并不精于棋道，也看不出他下的对不对。不过叶王在府中留了这盘残局的棋谱，本妃已经命人去取，应该也快回来了。太妃，棋谱拿来了。我的天哪，他居然都落对了！刚才陆青鸾3颗棋子刚好与叶王留下的棋谱完全对应，他竟是丝毫不差。这一刻，有脑子的已经在思考了，没带脑子的还在摇头不敢置信。殿下，你不会是被我的才学给惊艳的说不出话了吧？
本王现在想杀人。那个不是，陆大小姐，你能说说你为什么要落这3颗子啊？我们怎么看不懂啊？因为你们都被叶王殿下的身份给骗了呀。叶王是战王，所有揣测他棋局的人都以为他走的是排兵布阵的章法，实则他满盘都是反其道而行，似是而非，真真假假，才令旁观者都看不明白。若是看明白了，这局便不难解。原来如此，竟是这样。他嫉妒陆青鸾看懂了叶王的棋局，如果叶王再知道那夜的女子是他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陆青鸾必须死！陆青鸾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也正有此意。说来我与瑞王当了这么多年的未婚夫妻，确实该亲近亲近了呢。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，才愿意与本王和平退婚？你最好别做什么春秋大梦，破了棋局也无用。本王就是娶个癞蛤蟆也不会娶你的。本王早已心中有人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其实原本陆青鸾也懒得为难这瑞王的，但是想想原主前半生所遭受的不公与痛苦，皆是来源于他，刁难他几下又算得了什么？瑞王殿下倒是直白，你确定不再继续了解一下我的内在？没兴趣。也罢，既然瑞王心意已决，我若继续死死纠缠也没意思。算你识相。1000两黄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君子一诺千金，如今你要与我解除婚约，不得意思一下归还1000两黄金吗？比起瑞王您的终身大事，1000两黄金不多吧？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过分的是你吧？你也别忘了，你我婚约是如何被定下的，是我母亲飞身为太后挡了刺客的毒箭，救下太后性命，自己回府后却毒发，直到慢慢病故。太后是您的祖母，先帝为了补偿我母亲，补偿我，才定下这婚约。怎么，如今物是人非，人走茶凉了，瑞王便翻脸不认了，红口白牙就来退婚？我也不想为难瑞王，不过开口要了黄金1000两，你都不肯给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母亲飞身救人的大义，先帝与太后的大义，连这区区1000两的俗物都不如了。与他订婚，半点好处没沾到，却还误了性命，想要干净的脱身离开，门儿都没有。好，本王会给你。最好是在下个月太后寿辰之前，到时候太后必然会过问此事，我也不想闹得不好看。想不到你竟还有些本事的。谢太妃夸赞。不要脸，你真当太妃是夸赞你吗？太妃是可怜你。哦，是吗？那赵郡主你也是可怜我吗？哼，我自然也是可怜你呀。你既然可怜我，那就别与我争夺瑞王了。你，好了好了，小姑娘争风吃醋的，本妃都被你们吵得头疼了。可谁知她话还没说完，原本气得要哭的赵明月忽然一声低叫，像是十分痛苦一般，竟吐出了一口鲜血。啊，赵郡主，怎么回事？快传太医！赵郡主这是中毒了呀，不过毒性应该不重，快吃下解毒丹，或许还有回转余地。我妹妹没事吧？太妃娘娘，我妹妹在你这中毒的，可否？本妃明白，无论是为了赵郡主，还是本妃的清白，此事一定要查个清清楚楚。传本妃的令，严守湖心岛上的所有出口，上面的人一个都不能出去。张太医，你可能看出赵郡主中的是什么毒啊？太妃，赵世子，毒因一时不好查起，但郡主中毒不深，不会危及性命，想来应该刚下不久。
也就这2炷香的时间之内。方才赵郡主一直在诗会那边，众目睽睽的，并未进食过任何东西，那么就在此地了。茶叶。陆青鸾从始至终都在似笑非笑的看着陆晴雪。姐姐看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从刚才出事，总觉得你好像很紧张啊。你们，太妃，已经很明显了，有人在茶水中下毒，这屋里的人从始至终也没有变过，想要茶易如反掌，而且这么多茶壶，偏偏就下在了赵郡主的茶里，显然凶手的目标很明确，或者装毒药的容器也还在这里。我也觉得。搜山，本妃眼睛里是从来揉不得沙子的，若是查出是谁，必定严惩；若是此刻出来认罪，至少祸不及家人。给本妃也搜身。这是什么呀？陆晴雪看到，眼底闪过了一抹得逞的兴奋，那是他送给陆青鸾的一个镯子。太妃，这镯子里有东西。随即像是抠动了什么机关，那镯子里瞬间流出了几颗小小的药丸。毒药！姐姐难道是你？就算赵郡主说要与你抢瑞王，你也不能毒杀赵郡主啊！这可怎么办啊？太妃，我姐姐肯定是一时糊涂。陆青鸾，当真是你？你居然这么狠毒的心肠！我妹妹就算任性了一些，也不致死。纵然你是未来瑞王妃，本世子今日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她与本王没关系，无需看本王面子。姐姐，你快给世子跪下认个错，你一定不是故意的。赵郡主无性命之忧，说不定你认个错就没事了。害了人，还不快跪下！大家先别说话，别说话，我笑不是认罪，不是认罪。你这妖女！我笑是觉得在场诸位不说个个聪明绝顶吧，也都是见多识广的，怎么凭着陆晴雪的几句话就认定是我下毒呢？毒药都搜出来了，你还要狡辩？毒药？你说这几个药丸啊？陆青鸾拿起其中一颗，直接塞进了嘴巴里。真甜，这是糖豆啊！我贪吃，随手带几颗糖豆而已，不信给太医看看。确实是糖豆。众人皆露出了迷惑的表情，唯有陆晴雪面色大变。妹妹惊慌什么？奴婢不懂药理，只知道一些藏东西的小机关。陆二小姐身上的香囊似乎有夹层的。原本陆晴雪是不怕被搜身的，可如今见陆清渊毒药变成了糖豆，就知道他的计划败露了。那么按照反向逻辑推断，毒药会不会在他的身上？叶太妃不信，她不信叶王看中的女人是个害人的恶毒女子。打开，香囊直接被打开，翻出了里面的夹层，几颗差不多大小的药丸露了出来。这就是赵郡主所中的毒了。我的天啊！我那聪明善良、蚂蚁都舍不得踩死一只的妹妹，居然会害人了！果然数年不见，刮目相看啊！事情还没搞清楚，就急着给自己妹妹泼脏水，你的心够黑的呀！太妃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有人陷害我的。我与赵郡主无冤无仇，我害她做什么？太妃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先起来，本妃也不相信你会害人。你与赵郡主素来关系不错的。是，太妃。太妃，本妃一定倾尽全力救治赵郡主。至于今日事端，疑云重重，事后本妃会亲自登门前往赵王府，与你父王母妃一个交代。
堂堂叶太妃都这么说了，所幸赵明月并无性命之忧，赵良策也只好咬牙应下。这是一颗极品解毒丹，比宫里的好用，给你妹妹吃了吧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药给你，吃不吃是你的事。赵良策原本想气恼地扔掉，却被一旁的张太医拦住。这香味，难道这是江湖上流传的极品解毒丹？没错，没错，这是好东西。太医说完，不管赵良策了，拿着东西就去给赵明月吃。这是第一次，本妃也希望是最后一次。你走吧。满肚子辩解的话，陆晴雪竟是在叶太妃突然的威严下，一句也说不出来了。叶王殿下到。只见那战神王爷一身墨袍，身姿挺拔如松，一张脸更是俊美无双。陆青鸾像是简单的欣赏美景，但欣赏着欣赏着，他忽然面色一变，整个人都僵持在了原地。因为他与玲珑都发现了，这叶王的模样怎么好像与他的大宝有7、8分的相似呢？晴雪见过王爷。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，这宛若天神降临的男子是他的未婚夫。然而宇文寒意却未多看他一眼，倒不是他薄情，而是5年前他看到陆晴雪第一眼时就觉得不舒服，但他确实是带着玉佩信物来的，当时便没有怀疑，以为多看看就好了，不想越看越不舒服。于是他先离开了京城，阔别几年再见还是难受，反而昨天在路上遇到的那个蒙面女子，那双眼眸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，总觉得是在哪儿见过的。叶儿不是传书说昨日回来吗？路上出了点小意外，虽比预期晚了1日，不过不妨事。这个声音，他就是化成灰也认得出来，可不就是昨日那个男人，也是5年前的那个男人。对方不是江洋大盗吗？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叶王？你就是瑞王的未婚妻，听说你方才破了本王的棋局。陆青鸾一时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呆愣了片刻，才努力压着嗓子变了声音道：不过运气好一些罢了。是啊，姐姐的运气素来是好的。可运气有时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你很好。一句你很好，陆晴雪整张脸再次陷入了苍白。皇叔，别跟他说话了，先进来吧，我们很久没见了吧？姐姐，我与太妃和叶王还有话说，你若无聊的话，先回相府如何？也好，我早就呆闷了。陆青鸾想着自己的事情，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，同时他也明白了陆晴雪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。而就在他转身离开不到片刻的功夫，屋内的宇文寒意忽然猛地想起了什么。他刚才的身影跟昨天那女子可不只是相像，近看简直就是一个人，尤其是那双眼，一定是她。她竟是瑞王的未婚妻，陆晴雪的姐姐。那么5年前，再想起那女人对自己的一腔敌视，仿佛越发的像了。意儿，想什么呢？晴雪跟你说话呢。小姐，您回京的目的之一就是与叶王攀附关系，利用叶王府背后的情报组织追查小宝的踪迹。可如今叶王竟是……我现在头脑也很乱，我孩子的父亲竟不是江洋大盗，而是叶王。但我觉得好像更棘手了。玲珑，你想，如果叶王知道自己有3个孩子，会怎么样？接你们母女回王府呀？理论上是这样，但同时孩子们也成了叶王的软肋活靶子。你别忘了，昨日我们遇上他的时候，就有人在刺杀他，可见那样的刺杀于他而言简直家常便饭。我怎么能让孩子绑上他的战车？娘亲，玉衡姑姑今天带我们上街了，我们还吃了后巷买的凉糕。就是院子好憋闷，好像除了我们没有别人了。3个孩子过去都跟他在外自由散漫惯了，
如今被关进这京城的私宅，能呆住才怪呢。不过此刻看着3张粉雕玉琢的小脸，他脑中浮现出的却是宇文寒意那张脸。老大叫陆宝宝，与宇文寒意真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老二是个丫头，叫陆妞妞，二妞的样貌几乎都随了陆青鸾，一看就是倾城倾国的美人胚子。至于三宝，这是深深埋在陆青鸾心中的痛处。其实老三不是他生的，当初他分娩的时候暴雨连天，有洪水冲他山体，慌忙逃难中三宝就丢了，没有找到尸体，应该是被经过的流民捡走了。而他在疯狂寻找三宝的时候，意外救下了同样襁褓中的一个婴儿，成为了三宝。所以他一直都告诉孩子们，他是生了4个，但丢了1个。丢了的那个小宝，无论多难，他也一定要找回来。这几天苦了宝宝们，今晚娘亲带你们去京城最大最繁华的酒楼吃饭，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谢谢娘亲。娘亲，妞妞要嘘嘘。小姐，奴婢带小小姐去吧。不要，阿妞不要玉衡姑姑，就要娘亲。好，娘亲带你去。娘亲最好啦。这是真的，有时候人若倒起霉来，喝凉水都塞牙缝。陆青鸾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才庆幸地想起自己此刻已经脱去了之前诗慧的装束，宇文泽应该是不认识自己的。是你？公子，我们不认识吧？我们的确不认识，但本王却见过你，并从见你的第一眼，我找了你很久。找我？想做什么？我没欠你钱吧？陆青鸾笑得嘴巴感觉都要歪了，想想确实之前敲诈过他1000两黄金，但不是还没到手吗？你真是说笑。站在自己心心念念的女子面前，竟是笨拙的像个毛头小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今天遇到了，他就一定要问出对方的身份来历，不论他是什么身份。正当宇文泽满心腹诽，做着心理建设要开口的时候，娘亲，妞妞着急回去看烟火。你？我女儿，妞妞叫叔叔。叔叔好。宇文泽望着眼前一大一小几乎一模一样的脸，只觉得一阵阵的头晕目眩，他的世界也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。你爹爹是谁？娘亲说我爹爹很早就死了。我想知道姑娘姓名。我为何要告诉你呢？我叫宇文泽。殿下喝醉，还是早些回去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你先留步。当他快步跑上楼梯拐角的时候，一侧头，方才飘然而去的白衣女子早就已经没了踪影。谁？别动。透着昏暗的目光看去，就见听兰轩的桌子前，此刻正坐着一个气宇轩昂的男子。只是令陆青鸾没想到的是，来人竟是夜王宇文寒意。这可不是什么好信号，难不成他知道什么了？当即故意看不清对方的样子，冷静地问着：阁下有话好好说，求财还是求色，莫伤了性命。求财求色，这相府大小姐也太开放了吧？可惜我们家爷求的，爷求什么来着？哼，好一个求财求色！那你有财呢，还是有色？财我没有，色或许也没有，不过我这婢女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你要是不嫌弃就……玲珑闭上眼，表示不想看，没眼看。哼，果然是个巧舌如簧。恼怒地瞪了宇文寒意一眼，却殊不知这一眼简直风情万千。宇文寒意都忍不住下意识一呆。王爷就这么欺负弱女子的？不装了，
还以为你又要踹本王呢。我何时踹过王爷？王爷莫要冤枉人。还有这深更半夜的，王爷是不是进错房间了？毕竟您可是我妹妹的未婚夫。昨日的那一脚，本王先不与你计较。本王只问你，5年前在相府柴房的那个人，是不是你？什么5年前？王爷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个玉佩，见没见过？没见过。那你5年前是为什么被送到乡下的？我继母想夺走我身上的婚约，却夺不走，只好将我放逐到乡下，远离相府。之后机缘巧合治好了伤，还学了点武功，就是这样。既然离开了，为什么又回来？因为瑞王回来了，我便也回来了。你要嫁给瑞王？我与瑞王自小定亲，我为什么不嫁给他呢？嫁给他，我以后便是尊贵的瑞王妃了。宇文寒意还想说什么，可心口却像是堵住了什么，片刻才问：你爱瑞王？瑞王一表人才，为何不爱？既然爱，为什么不以真面目示人，反而遮遮掩掩？就连宇文寒意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问，仿佛有什么自己在意的东西忽然没了。他心头憋闷，陆青鸾是他觉得最像那夜女子的人了，可对方却明确表示没有。要知道，天下间想要嫁给他的女子多如过江之鲫，如果是他不会否认得如此坦然。瑞王虽好，但我们到底初次见面，我怎知他对我不是见色起意？我自然要考验他一二，看他爱我的样貌还是才学。今日破了叶王的残局，便是让他知道我的才学。自古色衰而爱弛，唯有彼此欣赏，才能更长久，不是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既然你我不认识，昨日在路上遇到，为何对本王心存敌意，想杀了本王？昨日我只是心情不好，不知道您是王爷，才撒了顿脾气，我只能说抱歉。本王不信。你爱信不信？不承认也可以啊。本王有个法子，验证你到底是不是。什么法子？把5年前的事情再做一遍。宇文寒也冷笑了一声，瞬间出手就点住了陆青鸾的大穴，将他整个人拦腰抱起，就往内室走去。陆青鸾当然不可能真的束手就擒，就在踏进内室的时候，他瞬间冲开了自己的穴道，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亮出袖中的匕首。好功夫！其实他方才那么说也只是吓唬对方罢了，他还没疯魔到如此地步，没想到这女人反应这么激烈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5年前是什么，我只知道我是瑞王的未婚妻，您如此欺辱自己的未来侄媳，合适吗？刚才只是手段罢了，本王不会对你做什么。小姐，我没事，想来以后他应该不会怀疑我了吧？你觉得如何？属下就觉得陆小姐不似撒谎。她当真不是5年前的人吗？如果她是，她为何要否认？王爷您生得如此英俊，权势滔天的，想嫁给您的女人估计能排到敌国。不过如果她不是，那就只能是陆二小姐了。小姐，消息已经被确认了，是真的，只是奴婢担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我还是个母亲，我会活着回来的。3日，最多3日，这3日宝宝那边你跟玉衡就辛苦一点啦。奴婢只要活着，小少爷和小小姐绝不会发生任何意外的。整整快马加鞭地赶了1日，陆青鸾才抵达距离京城100里之外的一片山谷。2年前，陆青鸾就得到过消息，说此地有一处灵气宝穴，因吸收此地的山川灵脉，所以生出了一株小小的地脉灵果。
习武之人若妥善服用，增加功力，突破境界自不在话下。自己是一方，对面男人是一方，侧面的男女是一方。至于周围还有没有人，弱的怕是来不了，强的若现身也该现身了。两位朋友，若此刻离开，我们不会阻拦。朋友，他们2个人，我们都只有1个人，不如合作一下，先把他们打掉。有什么好东西，咱们平分啊！贱人！很好，你们找死！你对付女的，我对付男的，速战速决，恐生变故。那男人低沉一语，已经飞快地朝其中一个男人攻去。那男的明显要比女的厉害。看来这陌生的朋友也懂得照顾女孩子呀。几乎仅仅一个照面，那女人就被一拳打在了腰椎上，没直接让她瘫了，已经是陆清鸾的仁慈。另一面也传来痛呼，陆清鸾没有去接应，而是直接以最快的速度掠到了异香传来的方向。你这么做可不地道啊！身后传来那个男人的声音，似乎是在谴责他的提前到来。可听过何为一山不容二虎？自然听过，除非一公一母。叶王殿下，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，生了2颗地脉灵果，刚好我们1人1个。没想到双方的身份居然这么轻易的就被彼此识破了。唉，果然还是王爷厉害啊！既然咱们都是熟人了，再动手难免伤感情。毕竟你可是我未来的妹夫，我是你未来的侄媳，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1人1个。宇文寒意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关系？而他一点也不喜欢。好，当心！麒麟蛇，剧毒无比。陆清鸾低呼，却被宇文寒意反手捉在了手里，并从怀中拿出一个瓶子，将毒牙对准瓶子，待毒液被放干后，直接丢了下去。陆清鸾在一旁看得直呼内行啊！这灵果一旦摘下，不出1个时辰就会枯萎，失去药性。我们的时间并不多，要不要先找个安全的地方？找不到的，你先吃，本王帮你护法。不相信本王？宇文寒一眯眼，这个男人绝对是故意的，考验他的信任吗？真的是很无聊啊！信？谁让你是我未来的妹夫，我是你未来的侄媳呢？真想现在就捏死你！快点吧！灵神，你竟已摸到巅峰。耳边传来宇文寒意的声音，但陆清鸾已经顾不得其他，整个人沉入心神，努力地运转着家族功法，将身体里突然爆开的灵气一点一点地全部吸纳为己用。这是一个漫长且凶险的过程，不过就算这样，陆清鸾也是十拿9稳。这个女人看似直白，却浑身都藏满了秘密。不过19岁的年纪，竟是已经摸到了巅峰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宇文寒意悠悠地问着空气。现在这个女人的命就在他的掌心，他可以轻易捏碎，也可以成就她。蠢女人，对任何人都这么相信吗？停下吧！耳边又传来宇文寒意的声音。你才19岁，以后机会多的是，不必拘泥这一次。不行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他一定要尽快变强，独步天下，这样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找他的小宝去了。都说母子连心，这些年他越发觉得小宝就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，时刻都在等着他，他一定要去。你疯了不成？但陆清鸾根本没有理会宇文寒意的劝解，继续强行入神。宇文寒意阻拦不得，却也不能看着他鲁莽之下走火入魔吧，只好伸出手，一股源源不绝的力量注入陆清鸾的体内。
算你运气好，得本王的助力。竟是破入了巅峰，你也算天纵奇才了。你吃了？等你苏醒护法，本王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已经吃完了。洛青鸾愕然，自己破入巅峰境界，尚且用了半夜的时间，他是后服用的，就已经结束了。所以事实表明，这夜王殿下的内功境界，绝对比他不止高了一点点。只是没有人护法，你……哼，蠢女人，你当我像你一样蠢吗？哦，你可是夜王殿下，身边自然高手如云。这么说，我昨夜还是沾了殿下的光。哼，你知道便好，你也算欠了本王一份人情，日后要还。还要还啊？哎呀，亲戚一场，你是我妹夫，我是你侄媳妇，算那么清楚干嘛？宇文寒意俊美的额头瞬间凝出一个川字来，他真后悔，怎么没捏死这个蠢女人。谁知正要站起身的陆青鸾，忽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身体竟是抽不出一点的力气，脚下一踩空，竟是直直的从绝壁上落了下去。蠢女人！陆青鸾这么掉下去，凶多吉少，宇文寒意只能毫不犹豫地扑了下去，凌空将陆青鸾接住，二人一时被迫只能同时坠了下去。下一刻，二人双双落入了山崖下的一处水潭，水流湍急中，陆青鸾只看到宇文寒意正为一双暴怒的目光瞪着自己，水流令他的墨发肆意飞舞，竟令这个阎王看上去更加的绝美无双，男生女相，美得惊心动魄。于是陆青鸾脑子里第一个想法，竟是老娘这辈子睡过这么俊的男人，也不算白来一遭。随即他意识又开始模糊了，他看到那张如梦如幻的俊脸正在朝他靠近，虽气急败坏，却是将唇硬了上来，一口一口地给他肚气。终于破水而出了。你怎么了？陆青鸾，本王再给最后一个机会。5年前相府柴房的那个人，真的不是你啊？原本宇文寒意已经打消了念头，但方才情急之下，给陆青鸾肚气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竟是与他记忆深处那夜的触感一模一样，那样的熟悉，那样的，他几乎敢肯定。夜王殿下，虽然你救了我的命，但是你也不能污蔑我的清白啊！我可是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，我是要嫁给瑞王殿下的，我心目瑞王，此生是非他不可。你给我闭嘴！不承认是不是？还是说你失去记忆了？那不如让本王替你回忆一下。宇文寒意觉得陆青鸾不愿承认，就是因为心里恋慕瑞王，不想毁了自己的婚约。难道自己这个堂堂的战神王爷比瑞王那个废柴差吗？一股无名火的带动，宇文寒意竟是在水下将陆青鸾死死地抱进怀里，一吻狠狠地封住了他的唇瓣，手掌则肆无忌惮地滑入了他的衣内，感受着娇嫩的触感，随后一并将他拖入了水中。但在陆青鸾的眼里，却觉得对方衣冠楚楚的外表下，藏着的竟是个疯子变态，比疯子变态还可怕，越发坚定了自己的宝宝绝对不能认这样的人做父亲，亏自己昨晚还信了他。终于在陆青鸾快要被淹死的时候，才又被重新拖出水面。想起来了吗？你当真如此喜欢瑞王？自然，非常喜欢，一见钟情，非君不嫁。坚定程度险些连他自己都信了。王爷若不想做出大逆不道的事，还是莫要招惹我的好。大逆不道？
就凭你，还不配？求之不得。王爷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勉强算是做了个告别，陆青鸾转身就飞快地上了岸。爷，刚才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昨夜我突破境界的时候，恍惚中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一个孩子不断地喊着娘亲。玲珑，你说是不是我与小宝母子联系，他在找我？小姐糊涂了，小宝丢失的时候还什么都不知道呢，怎么会寻你呢？说不定啊，他被好心人捡走，过得一样开心，并且很快就能回来，与您相认呢。你怪会哄我开心，其实我什么都明白，只是那梦太真实了，又是在我突破的时候，总觉得算了。陆青鸾摇头，虽然那宇文寒义不是个东西，但他叶王府的情报网却是他如今找寻小宝的一个重要渠道，所以他还得在不被宇文寒义怀疑的情况下，与他利益交换或者人情交换，用一用他的情报网。只是叶王一旦知道您在寻找一个4年前丢失的孩子，所以还需要一些变通。陆小姐，我家王爷有请。上车。自从上次的事情后，陆青鸾总是对这个男人怕怕的，鬼知道他下一刻会不会突然发神经。王爷，我觉得咱们这样说也不是不行。上车，别让本王再说第2遍。好。一张俊美无双的脸却是臭臭的，甚至上次他打那一巴掌落下的刮痕还在，红红的，落在这男人的脸上竟是惊人的艳丽。你还有脸看？王爷，这事可不赖我啊，是你先发神经把我拖进水的，我以为你要淹死我。早知道便淹死你了。这天可没法聊了。若王爷无事，你是诡异传人，如今是不是已经不是我说的算了？得看3日以后。怎么，王爷信我？比起那个不知来历的柳寒烟，本王更愿意相信你。毕竟一个巅峰级别的强者假冒诡异传人，对你没什么诱惑力。王爷敞亮，那王爷寻我可是也有什么需要？若无需要，谁会闲着找郎中？王爷不找宫里的太医，却偏偏来找我，难道王爷有何隐疾？宇文寒义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，这个女人果然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不是本王，是另有其人，有不治之症需要治疗。谁啊？你怕是治不了，需要你师父诡异才行。本王是来了解诡异踪迹的。这是好事儿啊！陆青鸾自曝诡异传人的身份，主要目的就是引起宇文寒义的注意。人嘛，谁都有个3灾6病的，肯定会求得上他，他便可以借此利用叶王府背后的情报网，追查小宝的踪迹了。所以这谈话简直就是正瞌睡呢，就有人来送枕头了。不用找我的师傅，我师傅能治的病，我都能治。所以，你才是真正的诡异。随着话锋一转，宇文寒义忽然肯定似的盯住了陆青鸾。陆青鸾愕然，还没等做出进一步的反应，他们身下的马车忽然一阵剧烈的晃动，加之陆青鸾本就情绪不稳，瞬间就被马车的力道给送了出去，直接神就扑到了宇文寒义的身上。望着那俊脸一点一点的在面前放大，而这还不算完，方向力道又被颠倒了一下，这次是宇文寒义不受控制的往前倾来，随着一阵天旋地转，陆青鸾就被彻底的扑倒了。2人的脸几乎就在咫尺之间。叶王殿下的皮肤真好，这么近看都没有毛孔，妥妥的剑魔脸啊！这女人的眼睛真漂亮，像沧海明珠一样，真想弯下来赏玩一二。该死的！王爷恕罪，
刚才几个不长眼的刺客惊扰了马匹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宇文寒意有些不耐的正要支撑起身子，却发现自己的一缕头发缠在了陆青鸾胸前的一个配饰上。斩断就可以了。你这蠢女人，难道没听过断发犹如断手吗？你在咒本王？你堂堂战神王爷这么迷信啊？陆青鸾心里吐槽，不过脸上却不敢表露。那怎么办？本王现在双手不太方便，你来帮本王解开。好吧。人在屋檐下，陆青鸾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伸手开始一点一点地解开那缠绕的发丝，还不能给人家扯断了，不然犹如断手，就是诅咒。真是没见过这么作精又迷信的男人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宇文寒意的一双目光只仔仔细细地盯着陆青鸾的眉眼，这该是他最直接大胆的一次盯了，心竟然还有点微微的加快，可惜看不到全脸，便问道：天气日渐炎热，你整日戴着厚重的面巾，不觉得不舒服吗？为了考验瑞王，值得吗？提起瑞王，宇文寒意就有点憋气难受。瑞王在我眼里是最不同的，为他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主要还是钱不到位，钱一到位，分分钟退婚，到时候他就可以以真面目示人了。其实他也憋屈呀，但他这话的意思落在宇文寒意的耳中，就是他对瑞王如何的情深意重吗？你倒是个痴心的。那此刻你我算什么？你不是怕断发不吉利？我们能有什么？陆青鸾一副生怕与他扯上关系的样子，越发令宇文寒意心头不舒服。本王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暗示的够明确了吧？抱歉，没兴趣。夜王殿下生平第一次暗示一个女人，华丽丽的以惨败告终。好，你好得很。王爷，就是想有关系也不敢啊，毕竟你是我未来的妹夫，我是你未来的侄媳妇。这该死又绕口的关系，却让宇文寒意原本就沉闷的心情，当时又雪上加霜了。你在挑衅本王？啊？什么？不是，我没有。你觉得本王不敢动你？我没有，天地良心。谁知下一秒，陆青鸾面上的面巾被宇文寒意给一把扯掉，有些愤怒的吻就这样毫无顾忌地落在了他嫣红饱满的唇瓣上。他看任何女人都觉得跟死物没有什么区别，甚至是厌恶，但唯独对5年前的女人没有那种厌恶，反而越发喜欢。就这种感觉，仿佛一个极度饥渴的人，你就算给他美味珍馐，他就是不想吃，他只想喝一口水，一口解他燃眉之急的水。陆青鸾就是抬手要打，却被强行按住。陆青鸾气得只好张嘴就咬，恶狠狠地咬住了对方的唇。宇文寒意终于吃痛，微微分开，紧接着又以结结实实的耳刮子狠狠地打在了宇文寒意的脸上，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伤痕。流氓，你给我等着！陆青鸾羞怒着，气得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，知道打也未必打得过这厮，只好重新蒙上面巾，瞬间就跳出了车厢跑了，又跑了。王爷，怎么回事啊？车外的护卫韩城还傻傻搞不清楚状况，然而巨大的车厢内却安安静静，没有半点声音。就在韩城怀疑宇文寒意是不是已经被陆青鸾刺杀的时候，车厢内却扑哧传来一声大笑，一声肆意中带着满含快意的大笑，仿佛是报了多大的仇似的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这是又被那陆小姐给揍了，挨揍还这么开心呀？滚！活了20年的夜王殿下宇文寒意不得不承认了一个事实，他好像开始思春了，而且对象目标很明确，就是陆青鸾，他未来的侄媳妇
在乎吗？答案当然是不在乎。陆青鸾离开叶王府的马车后，整个人跟见了鬼似的，反正哪都不好。宇文寒衣，你这个登徒子，给我等着，给我等着！想起刚才被轻薄的一幕，陆青鸾就火冒三丈，倒不是觉得害羞，毕竟好歹他也是未来社会穿越来的，拉个手亲一下也没什么。但问题是，从前只有他强别人，居然还有人强他，气死他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巷子里有狗，被狗咬了。转眼3日后，不，准确的说应该是2日后，毕竟距离赌约已经过去1天了。陆青鸾那样的人品，那样的丑八怪，要是鬼传人，我就把这桌子吃了。兄台豪气啊！于是在这样诡异的气氛下，百花节就被拉开了序幕。至于这百花选宴，选的当然不是真花，而是朝中贵女这些女子花。谁家女子若能在百花会上夺魁，自是名声大噪，平步青云，还能得上位者的赏赐。所以这看似繁花锦簇的日子，却也充满了血腥。听说去年和前年连续2年都是陆晴雪夺得的魁首，听说去年和前年连续2年都是陆晴雪夺得的魁首，而今年似乎呼声也很高的。玲珑早上还八卦了一句，陆青鸾只随便的听了一耳朵，谁是魁首他没兴趣，只问：之前交代你的事都办了吗？小姐交代的事情，奴婢哪件没办得妥妥帖帖的？放心吧，今日百花宴会上，真假鬼医一试便知。奴婢倒是期待那柳寒烟究竟要如何收场呢？只是可惜不能带着宝宝们来，他们看见了一定都特别喜欢。小姐不必忧心的，这行宫里勾心斗角的都是假花，真正的花是开在外面的。你看对面的临街上多热闹啊，白日各色的花，晚上还有花灯烟火呢。玉衡自然会带着孩子们出来玩个够的，我们呢晚些也回去，就能陪着孩子们去花灯会了。陆青鸾点了点头，也平衡了一些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彼时对面的临街酒楼上，玉衡因一时手忙脚乱，竟是与3个宝宝走失了。这个玉衡姑姑真是个愁人的，带我们出来玩，自己却走丢了，还要我们等她，真麻烦。以后哪个男人会要她？迷迷糊糊的。是啊，玉衡姑姑真不容易，比妞妞还迷糊。但是玉衡姑姑做的牛乳酥很好吃，所以我决定原谅她了。你就知道吃，干脆你把玉衡姑姑娶了吧。她要是勤快点，再多学几样好吃的，我就考虑娶了她。三宝不知羞哦。宇文寒意今日难得出来走走，不想一上楼梯就听到了这么几声奶声奶气却又格外老气横秋的对话，便忍不住看了几眼。看，是叶王殿下。听说叶王殿下喜怒无常的，虽是战神，却不怒自威啊。寻常百姓看到这架势，当时纷纷避退，唯有这3个稚童不认识他，还奇奇怪怪地打量着他。宇文寒意越发觉得有趣，便问道：你们是哪家的小孩？大宝看了看宇文寒意，觉得这人看着好生眼熟，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那你是谁家的大人呀？宇文寒意无语。长这么大没人这么问过本王，你让本王怎么回答？算了算了，相逢何必知道你是谁啊。本王心情好，请你们吃点心。宇文寒意随意道，谁知3个宝宝齐齐的摇头。我娘亲说了，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。说完就从身上拿出了一大锭的银子，搁在桌上，并交代店小二：这个大人今日吃了什么，算在本宝宝账上即可。小二都被整得不会了，一时紧张的看看宇文寒意，又看看3个宝宝。
这银子我是拿还是不拿？还是拿呢？倒是3个会磨人的，跟某人有点像。你们的爹爹是谁啊？没爹。3个孩子齐齐回答。没爹？娘亲说我们的爹早死了。二妞抬起小手还比了比，道：坟头的草都长这么高了。听说死得可惨了呢。宇文寒一听着听着，猝不及防，瞬间毫无征兆的就打了个喷嚏。这天也不冷啊，奇了怪了。哎呦，我的天爷呀！3个小祖宗，幸亏你们没事，要是被小姐知道，我把你们差点弄丢了，不得掀了我的一层皮呀！我们刚才商量过了，看你也不容易，所以就原谅你了。谢谢3个宝贝。玉衡这才不难过了，然后才发现了眼前还有这么一尊大神。小姐告诉他的，说3个宝宝就是宇文寒意的种。原本他还觉得不可思议，可一看这张和大宝几乎一个模子一般的脸，玉衡瞬间坚信不疑。不过他还是假装不认识，笑道：打扰这位贵人了，我这就带孩子们走。等一下。宇文寒也冷声一语：我这又逗孩子又请点心的，你们把本王当空气吗？还没说你们是哪家的。啊，我们主家姓沈的，老爷是宣政司的执笔郎，大人可听过？知道了。那样的破落户也能生出这么灵秀的孩子，真是天下宏宇。那我们不打扰大人了。说着带着孩子跟逃难似的就跑了。唉，也可怜了3个宝宝，遇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却也不能相认。或许今日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吧。百花行宫里，你到底还是来了。你也是仗着皇祖母高看你几分，知道事情计划败露也不会杀你，真是越发胆子大了。公主就这么恨我？哼，你也配，就是讨厌你。我皇兄那么厌恶你，讨厌你，你长眼睛没看到啊？还缠着我皇兄，人丑就要有自知之明，却还如此招摇。我与你皇兄是有婚约的，我不缠着他，缠着谁啊？至于我与瑞王的婚约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是我母亲曾为太后妃身挡箭。所以说，你母亲才是那个心机最深的，拿自己的命给你换一个皇家姻缘，也是豁得出去。想来他做鬼都快活得很吧？你与他说什么废话？皇兄，不准跟安阳说话，别用你龌龊思想玷污了我妹妹。安阳公主则一副耀武扬威地瞪了他一眼。陆青鸾这厢还没来气，又听瑞王警告道：陆青鸾，本王不得不在最后一次明确告诉你，本王是不会喜欢你的，所以你为我假冒诡异传人，当众鄙视，哗众取宠，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你最好趁着如今事情还没闹得太难看，尽快收手吧。到时候本王还会为你求情一二。陆青鸾张着嘴，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看到直面一群草泥马从他头顶呼啸而过。这瑞王简直就是一头普信男呐！我假冒诡异传人是为你，瑞王，你哪只眼睛看到的？难道不是吗？还有，你终于承认你是假冒的诡异传人了。我无话可说，咱们百花宴上见。还有，等我证实自己就是诡异传人后，还请安阳公主遵守承诺，当众给我1000两黄金。陆青鸾和安阳公主还有这样的赌约啊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好，今天你我的赌约无论谁输，都立刻拿出1000两黄金，输的要是拿不出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怎么样？举头3尺有神明，公主好胆识。看，陆青鸾，他真敢来啊，还以为他昨夜就跑了。假冒诡异传人，他真敢呢，戏本子里都不敢这么演的。贱人！这声咒骂格外的醒目。陆青鸾没搭理他们，不想没搭理，反而还刺激了沈家人。沈家长女沈彤云立刻尖酸刻薄地骂道：贱人贱人，
今日看你怎么死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何人喧哗？每个人都在说话，若说谁喧哗，还真说不上谁。所以一时间，殿内的声音立刻小了许多。所有官眷贵妇都在小心地观察着太后的神色，不知这老佛爷是几个意思。回太后，奴婢方才听到沈家那边的小姐喧哗了，她在诅咒人。她说：“贱人贱人，今日看你怎么死！”太后恕罪。百花宴，大喜的日子，你却在诅咒人？你在诅咒百花皇后吗？不，我不是，我在诅咒陆青鸾。放肆！无论诅咒谁，都不能放在今日。哪家不知规矩的，教养出这么个刁钻恶毒的？拖出去，掌嘴30。太后这是要给陆青鸾撑腰呢，谁也没想到太后竟这么的看重陆青鸾。谢太后抬爱。不必谢哀家，不知怎么的，你也算是合了哀家眼缘的。不过你若当真是假冒诡医传人，哀家也不会包庇你的。内狱还是板子，到时候还得你自己费心血。我知道。知道就好。众爱卿都平身吧，今日是百花节，与民同乐，不必拘谨。这样的话还要朕说多少年啊？说都说倦了。正德帝坐定后懒懒开口，估计此刻众臣的内心都是翻白眼的。你说倦了，我们还听倦了呢，但我们敢随意吗？陛下圣明。你就是那传闻中的陆青鸾？回陛下，正是。听说你假冒诡医传人？陛下误会了，我就是诡医传人，是有人假冒我。你为何要假冒诡医传人啊？天子问话，虽说只是问话，可本就心里有鬼的柳寒烟却是瞬间苍白了脸色，急道：“民女没有，是陆小姐假扮。”瞧这柳家女子吓的，朕就是开个玩笑问问。正德帝故作轻松地说道，但是两个诡医传人的态度却是已经高下立判，这正德帝有些手段的。只是今日怎么说也是百花选宴，究竟是先选花呢，还是先变你们呢？不如你们自己说说。既然是百花选宴，自然不能被别的事喧宾夺主了，自然是先选花了。诡医传人的事压后也无妨，诡医传人的事压后也无妨。柳小姐你说呢？陆小姐说的是，我不急，不过是让你且再苟延残喘几分罢了。那两位参加今日的选宴吗？如此盛会，若不参加岂不是可惜了？参加当然要参加了，是吧，柳小姐？柳寒烟却是有些为难了，她出生小门小户，论才艺，在这百花选宴上，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自取其辱了。所以她立刻找理由推拒了。柳小姐不参加，人家是志不在此。陆青鸾，你参加百花选宴，选个什么呀？你都毁容了，还是花吗？狗尾巴草吧。公主此言差矣，这选花历来选的可不是外貌，而是内在才选。偏我素来都是内在美的，万一稍后不小心拔得头筹，就要给在座诸位说一声承让了。不要脸，还拔得头筹呢？哼，做梦吧！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……不少人都忍不住讽刺挖苦道：“你们不信啊？那满堂不信我的官眷，可敢跟我打赌？赌我能获得魁首，若我赢了，在场所有人每家给我100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”陆青鸾，你不得无礼，陛下皇后都在呢。相府席位上，沈氏也焦急地起身道，然后一副赔罪、自己管教不严的无奈表情，还惹来几个同情他的。
陛下刚才不是说了，与民同乐，都不必拘谨。姨娘怎么转脸就忘了？如此轻慢陛下，陛下，你说呢？郑德地此刻可不是正支着下巴看着好戏呢，闻言当即点头。没错，朕说了，不必拘谨。陆夫人却跟朕唱反调。沈氏直接吓得跪地上了。陛下恕罪，我母亲是怕我姐姐性子太过跳脱，惊扰了陛下。无妨，这惊扰也惊扰了，不惊扰也惊扰了。对了，那赌约还算吗？还算吗？若是无人反对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啊，赌就赌，我就不信你能魁首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我就一家给你们1000两呗。你要是没钱呢？相付出呀。沈氏刚要站起来的身子险些没给吓劈叉了。好，就赌约就成了。这个贱人！姐，你已经连续2年头筹了，今年我是绝对不会让的。别忘了，若拔得头筹，可在陛下面前求一道赏赐。那就开始吧。随着乐师一阵紧锣密鼓的鼓点声，百花选宴似乎才正式的进入了氛围。太后，这百花选宴主要是比什么呀？谁知刚开始，陆青鸾就问太后这个问题。太后原本是想看他深浅的，如今闻言都不禁替他捏了把汗。你呀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赌，唉，罢了罢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呐。青竹，你告诉他。陆小姐，百花选宴一共分3个回合，第1回合斗诗句，第2回合斗画，第3回合也是最难的回合斗乐。哦，好像也没那么难。众人无语。年轻人呐，随他去吧。随着锣鼓，第1轮的斗诗已经开始了。郑德地出的题倒也不难，百花百花，年年几乎都是以花为题。不过今年倒是特别，美人。放眼望去，家家都是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。陆青鸾拿到折子后，几乎想都没想就直接落笔，一气呵成，连旁上伺候的人都没有看清他写了个什么，折子就被交了上去。狂悖，他是疯了吗？我看他就是破罐子破摔了，一会儿赌约败了，看他怎么收场，最好直接拖出去，千刀万剐。姐姐，好事啊！姐姐今日再拔得头筹，说不定陛下就要赐婚了呢。你与叶王的婚约耽搁得够久了。陆晴雪面上一红，心中无数次的憧憬过那个画面。时间到，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，一个好字险些从这太监嘴里蹦跶出来，慌忙住嘴，小心翼翼地看了看郑德地的脸色。然而场中却是鸦雀无声，肯定鸦雀无声了，这可是诗仙李白为杨贵妃而做的传世佳作呢。当然，对于抄袭这种事，陆青鸾是个要里子不要脸子的人，只要能赢得头筹，让某些人不输他，那他就舒坦了，别的无所谓，除非有人能当众拆穿他。当然，如果那样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好诗啊！陆依依和沈氏也傻眼了，刚才他们还说的好诗，如今在陆青鸾面前竟是被虐的渣都不剩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怎么可能呢？瑞王也是一脸的讶异。如果说上次破解叶王的残局是陆青鸾的运气使然，那么这次呢？此刻的陆青鸾无疑是颠覆了他一时的认知。瑞王殿下，
觉得我的内在如何？瑞王怎么不理我？只怕稍后等我拔得百花雪艳的头筹，你会更加爱我呢。闭嘴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怎么可能做出那么美的诗？肯定是抄来的。那公主也抄一个去啊！是啊，能做出这样诗句的人，多半都是当世名士了。其实随便能抄的。好了，不必争论了，还是听听其他贵女的诗句吧。今年百花会人才辈出，陆小姐给打了个好头呢。而且本宫更期待陆府的另一位千金的佳作，毕竟陆晴雪可是京城有名的才女呢。是啊，陆晴雪可是才女呢，她那丑八怪姐姐都能做出那么好的诗，肯定是受她熏陶的。唉，有个才女妹妹可真好呢。没错，陆晴雪的诗快出来吧，让那丑八怪彻底见识见识什么叫才女。大概是响应众人所求，那朗读的大太监还特意从中抽出陆晴雪的折子，高声朗读了出来。当读完后，一些正准备大家赞赏的人，一个好字硬生生地卡在喉咙出不来了。谁做的诗啊？这么俗气啊？怎还一派勾栏做派？叶王居然来了！陆晴雪不是叶王喜欢的女子吗？怎么说难听啊？哎呀，你傻呀！叶王刚来，怎知是陆晴雪做的？也对，叶王归巢，又不知怎样一番波澜呢。叶王怎么来了？不是听说你素来不喜欢这种场合吗？这不是闲着也是闲着吗？皇兄常说劳逸结合，本王自然就来了。你说来便来，怎么一来就说自己未婚妻的诗难听啊？正德帝这么说，便是当众承认了他的身份的。看来距离赐婚也不远了。未婚妻？本王什么时候定亲的？义儿，别胡闹了。虽未过大礼，但5年前你跑来跟我说，有意与相府二小姐结亲，你都忘了。此事几乎京城贵圈都知道，也奠定了陆晴雪叶王未婚妻的身份。母妃，我小时候还说要娶个仙女呢，怎么不见你给我找个来？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你这臭小子！叶太妃气得咬牙，儿时的胡话怎么能跟5年前比？5年前他都成年了。再说，他的诗做得好俗气啊！看来叶王是喜欢会写诗的呀。那陆家大小姐倒是合你口味，给她看看。宇文寒义果然看了一眼，只一眼便道：“好诗啊！那朕把你们凑一对儿吧。”正德帝恶趣味地笑着：“战王配丑女，不气死你也恶心死你吗？”陆晴雪一张脸险些苍白如纸，跌坐在地。不要，陛下，臣女可是与瑞王有婚约的，而且我心爱瑞王，此生不悔。陛下千万不要棒打鸳鸯啊！瑞王气得险些背过气去，他倒是想反驳，可惜太后也附和道：“没错，这2个孩子的确曾被哀家赐婚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。”哦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好了，因为本王浪费了不少时间了，继续百花雪艳吧。丽儿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要辜负陆小姐吗？母妃，我的事你先不要操心，放心，本王不会辜负那陆小姐的。吓死我了，那就好。还有那么厚，别念了。若非哪家小姐觉得可以挑战陆青鸾，就自己站出来；若没有，斗诗就算过了，陆青鸾胜出。第2轮斗画，请陛下出题。第2轮斗画，请陛下出题。你们随便画吧，3炷香的时间，谁先画完就拿出来鉴赏。蓝天白云绿草地，上面点缀着一片花海，大蝴蝶，一簇盆栽，小鸡啄米图。等等，我要去的是大学，
怎么上的却是幼儿园的车？我要下车。怎么样，目瞪口呆了吧？的确是大受惊吓。赵郡主的小鸡啄米图的确……哎，我那是鸾凤和鸣图。赵郡主，你放过我吧！你再说，我就要笑抽过去了。算你识相，竟还懂得求饶。陆青鸾双手捂脸，双肩颤抖着。还是赵郡主厉害，陆青鸾的自惭形秽到大哭了。最后一幅画就是陆大小姐的了。随着画卷展开，全场再次鸦雀无声。那些正在嘲笑陆青鸾的人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愣是卡在那里。好画，画得不错。第2轮，陆家大小姐胜出。她夺魁了，她竟是夺魁了。那你可想请什么赏？臣女请求陛下赦免我外祖父一家，能让他们回乡养老。好，朕允了。回去就写赦免的折子。谢陛下。如今百花选宴的魁首都出来了，是不是该议一议真假诡异传人的事了？陆青鸾，你虽是魁首，可惜却没给自己求一条命啊。我不求是因为不用求。倒是公主，记得到时候兑现赌约给我1000两黄金，还有今日百花宴对赌的都还欠着我1000两呢，事后记得送到相府。你一定不会赢的。是吗？柳小姐还不上来吗？只是这真假诡异传人始终都没有一个试验的方式啊。回禀陛下，所谓医者，其实便是治病救人罢了。大可请几个急症患者上来，给我2人一一查看，谁治好了病，谁的医术就更高明一些，不是吗？老奴前几年突然就得了这病，你们看，老奴的脸都歪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身上也没有力气。伴着一阵咳嗽，老太监先说了说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一副很痛苦的样子。那老嬷嬷则看上去好很多，不咳嗽，脸也不歪。柳小姐，你先选吧，别到时候治不好说我欺负你。柳寒烟正有此意，也不矫情。他看那老人太监一身的毛病，医治起来肯定是麻烦的，便直接选择了那老嬷嬷。挑了个命不久矣的，柳小姐果然艺高人胆大呀。柳寒烟闻言，立刻脸色一变，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给那老嬷嬷把脉。可把来把去，竟是把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要么这嬷嬷就没病，就是老迈；要么就是隐而不发，病入膏肓了。难道真被陆青鸾说对了？柳寒烟一时心乱如麻，哪里还有别的心思？此刻众目睽睽之下，反观陆青鸾那边，却要显得不慌不忙的，而是闲话家常的先与那老太监聊起了天。聊得差不多了，才说道：我帮你把歪掉的脸先正回来吧，看着怪别扭的。什么？我的脸还能正回来？不难，先别动，大约半炷香的时间，我说让你动，你再动。说完，陆青鸾已经飞快地在老太监的脸上下针了，看得旁人是一阵的心惊肉跳。陆青鸾却是面不改色。咦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精灵12阵法？据说12针旗下可起死回生。一言出，柳寒烟那边瞬间压力山大。什么精灵12针，他也只是在书上听过。陆青鸾居然会。治病最重要的是对症下药，怎可胡来？说完就去翻找自己的药箱了。正了正了！怎么可能？精灵12针法没传闻中那么神奇，小手段。现在我再看看你的咳嗽，张嘴。不严重。现在吃2颗，回去早中晚分别1颗，5、6日就好了。多谢陆小姐。而柳寒烟那边也已经找到药，小心翼翼地吩咐那嬷嬷吃下去了。可那嬷嬷吃完药没多久，依旧病歪歪的。
柳寒烟不甘心，又给吃了一颗。谁知这第二颗，不知道是颗粒大还是如何，这嬷嬷竟是痛苦的怎么都咽不下去，最后忽然一阵窒息般的满脸潮红，随即竟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。啊！治死人了！怎么回事？现场一度混乱了起来，柳寒烟也被这突然的喷血给彻底吓傻了，直接跌坐在一旁。那嬷嬷吐完鲜血以后，依旧还是一脸的痛苦。陆青鸾看着不忍，上前就要去查看，却见那嬷嬷摇了摇头：“奴婢知道时日无多了，多谢太后挂念，真的撑不住了。”哎呦，死人了！有人低呼，场面气氛一时陷入了冰点。但是有一点，所有人都很清楚，柳寒烟完蛋了。柳寒烟此刻才知道大祸临头，但是他不想死，只能继续寻找自己的药箱，企图把这嬷嬷救回来。陆青鸾只好告诉他：“别徒劳了，你的药根本就没有用。”怎么可能会没用？这些都是我从诡异身边偷来的，都是货真价实的宝药，怎么可能会没用？哦，原来你的药是偷的。放肆！原来你竟真的是假的，药也是偷的。王妃哀家还对你抱有期望，竟是个瞒天过海的骗子，骗到了皇家来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甄家已经辨别了柳寒烟是吧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民女承认我是假冒的，可我也是会医术的呀。我只是想救人，还有救那一城瘟疫的人，也真的是我。求陛下看在这功绩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，民女不要任何封赏。没错，他救过一城瘟疫的事，总是真的吧？那朕怎么就这么不信呢？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如实说出所有真相，不然下了内狱再想说什么，怕就不好说了。饶命！陆青鸾，你救救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偷诡异的东西。诡异他不怪我的，他一定不会怪我的。你打量着我，长得这么像圣母吗？当日偷药已经放他一马，柳寒烟今日的下场纯属是自作孽不可活。陆青鸾没那么闲，看来你不想说了。我都说，那瘟疫的事，那城百姓的确是我救的，只是治疗瘟疫的药方出自诡异之手。你不仅偷了诡异身边所有的药，还偷了诡异刚为百姓研制出的瘟疫药方，自己抢了诡异的功劳不说，还跑到京城冒充诡异传人，真是天底下没见过你这般不要脸的。没错，太不要脸了。诡异他不怪我的，他知道这些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他不在意这些。人家不在意，你就任意的欺辱吗？哼，更不要脸。诡异淡泊名利，你却是利欲熏心。众人七嘴八舌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柳寒烟无论怎么辩解都无济于事，最后只能被挣扎着拖走了。至于拖去哪里，谁知道呢？谁有关心呢？百花选宴到此为止吧。喜欢行宫景色的可以留下来继续观赏，想离开的也可以离开了。原来你当真是诡异传人啊！我从不撒谎的。那你怎么是诡异传人了呢？这个问题别人也很好奇，尤其相府那边的沈氏跟陆晴雪等人都微微的翘起了耳朵。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。我的婚约被我的继母和继妹们觊觎，所以联合起来毁了我的容貌，还把我赶到乡下去。奈何我命太好，意外遇到了传说中的诡异，他收我为徒，教我医术，还有许多才艺。竟是这样，朕怎么也不太信呢。陆青鸾挑眉，你爱信不信？陛下别听他胡说，他是因为生病才被送到乡下调养的，乡下风水好。既风水好，那把你的2个女儿明日也都送到乡下吧。郑德帝诡异一笑，说道。沈氏当时吓得不再说话。安阳公主，现在是否可兑现当日赌约了？
月，你瞎说什么？皇家的儿女怎可言而无信呢？可是我没钱。安阳公主破罐子破摔道，引来不少鄙夷的目光。没钱还赌，跟耍流氓有什么区别吗？没钱就让贵妃妹妹垫付一些嘛，皇家儿女总不能失了体统。想到白白给了陆青鸾1000两黄金，气得都要哭了。瑞王更是面色铁青，原本他只需要给陆青鸾1000两黄金，如今可好，成了2000两黄金了。皇兄，你要帮我呀！你闭嘴吧你！而另一面的宇文寒意散会后也打算离开的，不想一转身就见陆晴雪站在他身后。何事？王爷，你方才在选宴上说带了一把琴，原本你上送人的，敢问是送给我的吗？陆青鸾有句话说的没错，没想到宇文寒意竟没头没脑的来了这么一句。什么话？他说你蠢得像猪一样。这时刚好帝后的銮驾已经上了大船，要到河对岸回宫了。陆青鸾也一并登上了回程的大船，宇文寒意紧随其后。很快大船开始行驶，并逐渐靠岸。对面护卫林立，长街上百姓因没有见过天颜，都争相前来围看。就见大船即将真的靠岸的时候，百姓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射出了好几支刁钻的弩箭。不仅如此，平静的水面上也跳出了好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，攀上大船就要杀人。不好，有刺客！船上几乎都是女眷，一时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呼。两边的护卫也拼死抵挡那些爬上来的刺客，场面微微的出现了混乱。陆青鸾此刻站的位置刚好也有几支弩箭射来，但他知道这箭可不是胡乱射的，应该是冲着宇文寒意来的。果然跟这个男人站在一起占不到好处，坏处倒是一堆。他一面抬手打掉一个，与此同时在宇文寒意的协助下，那些攀爬上来的刺客终于被重新打回到水中。要活口！岸上的护卫立刻搜索人群，要找到那些放箭的刺客，导致百姓又是一阵慌乱，甚至还发生了摔倒踩踏事件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！方才3个宝宝由玉衡和私宅的几个奴婢看顾着前来看热闹，他们早就看到船上的娘亲，可玉衡姑姑说不能喊。娘亲下船后很快就来寻他们了，3个宝宝便乖乖地等着不喊。谁知中途发生意外，他们还看见陆青鸾在船上险些被暗箭刺中。大宝鱼看顾他的奴婢所在的位置，木质的栏杆竟被挤断了，主仆2人当时落入了水中。大宝！陆青鸾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几乎想都没想，扑通一下就从船上扎入了水中。而就在他落水的瞬间，宇文寒意也看到那孩子落水了。他认得那孩子，正是之前在酒楼说要请他吃食的有趣小孩。这水底危机暗藏，成人落下去都凶多吉少，更何况一个孩子。他也没有多想，直接扎入了水中。陆小姐与夜王殿下跳下去救人了。大宝不会水，落水后呛了几口就半昏迷了。看得陆青鸾又心疼又难受，犹如针扎一般，他拼了命的游。只是当他快要游到的时候，发现另一个漆黑色的身影也靠近了大宝。只是他靠近大宝后，并没有要救人的样子，而是呆呆地看着。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宇文寒意。他本来是要救人的，可当他看到这孩子面前的时候，却发现这孩子小小的样貌怎么看着这么眼熟。随即宇文寒意才惊然意识到，这孩子怎么跟自己长得这么像。一念至此，宇文寒意都惊得忘了怎么救人了。但陆青鸾已经等不得了，也顾不得，上去直接将宇文寒意推开，带着大宝就往水面浮了上去。同时心里也在思考着，一会儿该怎么跟宇文寒意解释，他发现什么了吗？陆青鸾心头狂跳，带着大宝已经破水而出，也不知是他运气好还是别的什么，
当破水而出的瞬间，就看到玉衡正要往水里扎，幸亏止步及时。小姐，你上来了，大少爷，奴婢。先别哭，止声。大宝呛了水，无大碍，你现在立刻带着他去安全地方施救，快，别让人看见。玉衡今日虽不靠谱，但也知道，陆清鸾只要用这样的表情说话，那多半是很认真的。玉衡不敢耽搁，接过大宝一溜烟的功夫就跑了。而就在玉衡前脚刚走的瞬间，身后宇文寒意已经破水而出了。他刚才被水下的刺客缠住，不然他一定会跟着陆清鸾一块儿上去的。他要再认认真真看个仔细，那孩子的脸为什么跟自己长得那么像？那孩子呢？我一上来就看到他的家人，我就还给人家了。人家着急找郎中救人去了。这么快？朝哪个方向走了？那边。王爷着急找那个孩子做什么？陛下，皇后娘娘，太后，今日受惊了。你这孩子怎么突然跳下去就救人了呢？还哀家担心了好半天。看着你没事就好，瞧瞧，都湿透了。青竹，太后不必了，这都湿透了，再穿也是一样，反正是夏日，不凉的。我这就想回去换了。也好。几经辗转，在确定身后没有跟着尾巴后，陆清鸾才回到自己的私宅。一回来就看到玉衡抱着已经更衣后的大宝，陆清鸾才松了口气。大少爷受了惊吓，刚才睡了。小姐，你惩罚玉衡吧，今日疏忽，2次险些丢了孩子。当即玉衡就把今日在酒楼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。陆清鸾皱眉听完，却也没有办法。我要怎么罚你？杀了你不成？这种事也是没办法的，毕竟那人是战神夜王，今日百花节确实是疏忽了。可这么热闹的节日，不带着孩子出来玩也说不过去的。只能说玉衡已经算是机灵的了，至少没被抓到。好了好了，既然你们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感觉宇文寒意追不上你们，怕是还要去找我。陆清鸾不敢停歇，就又离开了。果然在回到相府的路上，他又重新遇到了宇文寒意。陆清鸾，夜王殿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骗我！我骗你什么了？王爷，你发疯发够了吧？告诉你，你以后再敢对我无礼，我就杀了你。本王说的是刚才，你为什么要指错误的方向？按照他的速度，不可能追不上人的。什么方向对错？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了。王爷没追到人怪我，这京城这么大，哼，算了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王爷有什么目的，直接说吧。你认识那孩子？我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，我只知道我衣服脏死了，我要回去沐浴。如果王爷觉得我做错了什么，开罪了您，那就把我绑进大牢吧。你如果不认识，为什么要救那孩子？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也被人推下水过吧，那滋味不好受。当然，我要知道王爷会出手，我肯定不会下水的，言尽于此。爷，说不定您真的错怪了陆小姐了。宇文寒意此刻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今日莽撞了。爷为什么非要找那孩子啊？那孩子，本王在水下亲眼目睹，那孩子生了一张几乎与本王一模一样的脸。什么？我觉得这得去问太妃。韩城说到一半，猛然话头一转，说不定沾亲带故呢。宇文寒意冷冷一哼，正要放弃，谁知韩城忽然又道：不过属下觉得还有一个可能，那孩子看年岁也就4、5岁的样子，会不会是陆小姐生的呀？你说什么？王爷，王爷，属下胡说的，您千万别当真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有什么不可能？如果5年前的那个女人就是陆清鸾，不靠谱啊！如果真的是陆小姐，肯定承认了。叶王府这么一棵大树，不知道多少人都想攀上呢。那是旁人，陆清鸾此人不同于旁人。相府内，陆清鸾正舒舒服服的沐浴呢，门外却又出现了那道熟悉的男子身影。大胆！你若动手，
我就命人喊来所有人，一起观赏你家主子沐浴。你，玲珑竟是语塞，说不出别的。这人不怕武功高，就怕武功高还不要脸，还阴魂不散了。陆青鸾，本王想跟你谈谈。可以，隔着门谈吧。叶王殿下，别逼我厌恶你。好，本王问你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第一，5年前相府柴房的人，到底是不是你啊？当然不是我了，是不是？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吗？不过比起这个问题的本身，我更好奇另一个问题：王爷5年前不是已经确定是陆秦雪了吗？干嘛如今非要揪着我不放？5年前搞错了？搞错了？谁告诉你搞错了？陆晴雪告诉你的？只怕是王爷自己的臆想。顺便问个私密问题，你亲过陆晴雪吗？没有。下不去嘴。虽说5年前那个女人是带着信物来的，但他第一眼就是不喜欢的，潜意识里也是抵触陆晴雪的。你不喜欢陆晴雪，你就自己臆想不是她，然后你又偶然发现她还有个优秀美丽的姐姐，就觉得是我了。说白了，王爷只是不能接受你的另一半只是个寻常普通女子，对吗？从始至终都是你的骄傲在作祟。这些都是你的猜想。现在本王有了明确的证据，那个孩子，那个跟本王生的9成相似的孩子，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什么跟你长得像的孩子？那孩子我见过，样貌与王爷不像啊。你不会觉得那孩子是我生的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水下气压大，定是王爷出现了幻觉，看错了。哼，你觉得以本王的功力，在水下会被水压影响？多说无用，王爷非要这么说，我也没办法。以王爷通天的手段，想要找到那孩子应该不难，不如等你找到那孩子，当面与我对峙如何？好。宇文寒意还就不信邪了，他一定要找出那个孩子，让陆青鸾心服口服的承认他就是。而陆青鸾之所以敢这么有恃无恐的放出这样的话，自然也是有自己的思量的。从回京开始，他已经在细细的筹划了。准确的说，从生下孩子，他就在筹划如何保护孩子了。那私宅内机关暗部，岂是谁都能轻易找到的？如果真的被宇文寒意轻易找到，只能说明他这些年的本事都白练了，不如就束手就擒。陆青鸾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出来！你到底对我姐姐做了什么？陆青鸾看了一眼门外的宇文寒意，已经不在了，以为离开了，只听到玲珑的声音：“二小姐，我家小姐在沐浴，请你离开。”哼，大胆奴婢！啊！你放肆！你要捏死我吗？你若再惹事，就算捏断你的手又如何？相府有人能给你出头吗？我家小姐可是诡异传人，圣上都要高看一眼的人呢。识相就走，别忘了，你那修好容貌的药，还是出自诡异之手呢，当心给你收回来。你这……隔着木板，都能感受到陆依依那被气歪的鼻子。陆依依很快灰头土脸的走了。陆青鸾吩咐玲珑：“帮我寻一件干爽的衣服来。”是，小姐。原以为可以彻底放松了，谁知身后冷不丁的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在相府受了不少委屈啊！”你这登徒子，滚出去！宇文寒意因陆依依的突然到来，才被迫躲了进来。原本出于礼貌，他是想悄无声息的离开的，但听到陆青鸾在浴盆里慵懒的言语，他竟又鬼使神差的回来了。你还看？陆青鸾简直要抓狂了，这个色魔，忍不住抬手就是一掌，水汽带着强劲的内力，直扑宇文寒意而去。若是在此刻是寻常的登徒子，恐怕直接就被他一掌给打飞了。然而宇文寒意轻而易举的就化解了这掌力，并原地转了一圈，俊美的面容竟露出了一抹张扬邪意的笑来。他真是太喜欢这女人了，便忍不住伸出手，扣住了陆青鸾的后脑，一吻。
云朝的京城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先是叶王府派人以搜查刺客同党为由，大肆在城中搜查，挨家挨户，恨不得一只可疑的苍蝇都不放过。可惜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第二日，陆金銮这个诡医传人再次奉太后遗旨入宫。近日太后身体大好，永寿宫宫门大开。臣女拜见太后，拜见叶太妃。哟，青鸾来了。昨日陆小姐可真是大放异彩，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呢。不足挂齿。的确，比起你诡医传人的身份，的确是不足挂齿的。听说诡医有一种药膏，可治疗女子脸上的瑕疵伤痕，你为何不自己用呢？女子还是重容色了，最关键的还是你与瑞王早有婚约，以前是以为没有办法，如今有了办法，要尽快的。就算陆青鸾恢复容貌，怕是本王也无福消受他的婚约了。是瑞王来了，不过今日的态度明显变得气势汹汹一些，倒像是发现了他什么丑事，前来揭露一般。皇祖母，不是皇兄无礼，而是有些事情必须要说清楚。早先的时候，京中就有各种传闻，说陆青鸾不洁。几年前就是因为与下人厮混，被送去的乡下。原本我们都以为是传言，皇兄既与他订婚，自然是要查问清楚，日后也好给个交代。不想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这女人在乡下也是个不检点的，据说早就与人有染过。皇室婚配怎能如此混淆呢？你不该疑心自己的未婚妻的。皇祖母，就算不质疑，验明正身还是需要的吧，不然以后岂不是处处遭人非议？不如今日就验明了，日后被人说起来也有皇祖母您镇着呢。安阳说的不无道理。陆青鸾手腕一动，便知道今日的戏码是怎么回事，都是这个男人搞的鬼。他没找到他想要找的孩子，就把主意打到他的身上。是不是只要他不是完璧之身，就可以侧面证明他是5年前的人呢？想到这儿，陆青鸾摇头苦笑。宇文寒意啊，你聪明一世，想不到关心则乱，竟也入了我圈套。胡闹！太后是不答应的，因为一旦被验证，同样是一种被疑心过的污点。太后，既然瑞王与安阳公主执意如此，我倒觉得可以一试。今日殿内只有我们5个人，想必也不会传出什么闲言碎语，更何况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我没什么好怕的。陆青鸾早有准备的淡淡一语，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抬眸去看宇文寒意。只是这明明看着平平静静的一个眼神，却看得宇文寒意莫名的心上一凉，仿佛里面藏着许多他看不透的东西。但有一点他很明确地感受到了，那就是陆青鸾似乎有些厌恶他了。这一认知竟令宇文寒意产生出了一种后悔，他不该这么做，不该这么逼他，但是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只是大家都知道太后爱护我，给我验明正身的人若是从太后宫里出，难免日后遭人非议，不如叶太妃做个中间人，出个见证如何？这叶太妃有些疑虑，总觉得这事儿不太妥。但瑞王与安阳公主那边似乎很是坚持，如今陆青鸾自己也坚持了，如此甚好呢。不如算了吧。如何能算了？只有待我验明正身，才能令谣言不攻自破，令诸位心安。只有待我验明正身，才能令谣言不攻自破，令诸位心安。这位姑姑，我们走吧。验身大约需要用2炷香的时间，陆青鸾与那姑姑才走了出来。如何？瑞王则微微侧目，因为他压根儿不信名声这么差的陆青鸾会是完璧之身。宇文寒意则有些不敢看陆青鸾了。奴婢已经查验明白，陆小姐的确是完璧之身。你说什么？你
你是不是收了陆青鸾的银子？本太妃身边多年的人，眼皮子还没有那么浅。公主慎言。安阳，你过来。他没多想就走了过去。皇祖母，别叫哀家，哀家没你这种不成器的孙女儿，整日不知学习礼仪尊卑，却处处非议自己的未来嫂嫂，当哀家死了不成？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是公主啊！怎么，你的脸就是脸，陆青鸾的脸就不是脸呢？你们的一句怀疑，就要他验明正身，赏你几个嘴巴，你还委屈了？你没求情是对的，因为你们错了。至于哀家为何不打你，睡王的翅膀硬了，哀家是管不了了。孙儿不敢，孙儿只是想验明真相。小姐，永寿宫外，玲珑虽站得远，却也知道里面的事。此刻想想，依旧是心有余悸。别担心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陆青鸾笑了笑，然后拿出怀里的一个小铃铛，这可是个宝贝，是他之前游历时意外所得。这铃铛可辅助催眠，对付内力高深之人或许不行，但对付一个普通的宫里姑姑还是易如反掌的。他们一进入内室，陆青鸾就有意无意地在催眠那姑姑了，只使用了这宝物，便让那姑姑深信不疑地觉得他已经给陆青鸾验过身了，并且非常明确，陆青鸾就是完璧之身。走吧。陆青鸾，事到如今，叶王殿下还有什么要问要说的吗？对不起啊。面对这样的陆青鸾，宇文寒意竟是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堂堂叶王竟然会道歉，可惜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衙门做什么？谁杀了人，对着尸体道个歉不就没事了？只是伤害已经造成，刀子没刺在谁身上，谁不知道疼？那你如何才肯不怪本王？请王爷以后尽量消失在我面前，不看见您，也就想不起您，心里就好过一些了。宇文寒意却是微微一僵，他就这么讨厌自己吗？告辞。爽啊，虐死你个王八蛋，最好有多远滚多远。怀疑我，想得美。以后看见你，若再给你3分好脸色，老娘就不信路。小姐绷住，宫里人多眼杂的。玲珑不得不提醒一句。好。陆青鸾只好深吸一口气，坚持不笑出声。唉，叶王今日呀，似乎很低落，恐怕这云朝还无人见过他低落的样子呢。他对小姐是不一样的。那又怎样？我不喜欢他。玲珑点头，一切都以小姐的喜好为先，不喜欢，那以后就不提这个人了，哪怕他是3个宝宝的爹。王爷细细查问过了，陆小姐年幼的时候的确有过落水的经历，似乎还是被陆二小姐给推下去的。那次她险些丧命，据说昏了1天1夜才醒来的。一切疑点都对上了，唯独没对上的就是那个消失的孩子，像人间蒸发了似的。之前那带孩子的婢女说他们是沈家的，可后来去问，根本都是假的。你不是说你无意叶王吗？为什么百花雪宴上却抢尽了风头？对啊，我无意叶王，但这跟我出风头没关系啊。而且我不是当面拒绝了叶王的请，还不够吗？对了，最近叶王可能会问你有关5年前的事，你可别露馅了。我绝不会的，不是你说说就行的。叶王的手段只怕你防不胜防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别见他。万一宇文寒意忽然抽风，对陆晴雪严刑逼问，可说不好啊。与其想着见他，不如想想与他的婚事，尽快提上议程吧。若他们的婚事敲定了，说不定宇文寒意那厮就消停了几分。你真的希望我做叶王妃？
希望你做了叶王妃，他就不来烦我了。那叶王真是麻烦死了。陆青鸾不耐地吐槽，却见坐在他对面的陆晴雪像是遭受到了10000点伤害似的。他做梦都见不到的人，陆青鸾却说烦死了。凭什么？他不甘，可不甘又怎样呢？我记住你的话。谁知他的话没说完，屋外跑来一个传话的小厮，急急忙忙地说道：大小姐，叶王求见，点名说要见您。白日不是刚结下梁子吗？怎么傍晚又来了？陆青鸾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直接说道：不见，让他滚出去。啊！小厮吓得不敢回话，陆晴雪就更是被气得双肩抖颤。还不快去！回大小姐，叶王说了，若您执意不见，那他明日还会再来。你这个狐狸精！我若有心做狐狸精，你连坐在这儿的资格都没有。滚吧！第2日，为了以防宇文寒意继续阴魂不散，陆青鸾早早的就出门去了。这个狡猾的女人，定是直接架墙头跑了。宇文寒意皱眉，他当真就这么不想见他吗？关键他找他是真的有急事，不然他堂堂叶王，岂会这般冷脸的来贴冷屁股？没办法，他只好去相府蹲守。不幸陆青鸾还不回相府。然而他想的一点没错，陆青鸾真的没回相府，一连3日都没有回相府。陆青鸾，念到这个名字，几乎要咬牙切齿。王爷，陆小姐之前进宫给太后看诊留药，今日又给赵王府大公子看完了，怕是早就准备好消失几天了。王爷，那要不要再以搜查刺客为名，挨家挨户的排查一遍？不必了，上次搜查，陛下已经心有不满了，而且他也躲不了几日了。太后寿辰将至，京城最热闹的戏楼内，陆青鸾已经提前坐下，在这儿喝了2口茶，还听了小曲儿。叶王！天哪，叶王！很显然，宇文寒意就是个移动的压路机器，所过之处，所有人都忌惮逼退。韩城还大声道：所有人该听戏听戏，该喝茶喝茶，你唱啊！台上的戏子吓得调子都找不到了，半天才咿咿呀呀的又唱了起来，不过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嘈杂了。你喜欢这？人多，不然我怕某些登徒子又不规矩。虽说怀里揣了刀子，可还是人多安心些。王爷有话直说吧。你为何躲本王？躲你？王爷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我躲你做什么呀？就是这些日子过得不高兴，出去玩了几天，如今玩好了回来了而已。我压根儿没记得叶王您啊。那日永寿宫的事，本王已经道过歉了，你可以提出任何补偿。补偿？王爷觉得我需要什么？陆青鸾问道，假装一副什么都不缺的样子，但实则已经在暗戳戳地引导着什么。找小宝的事儿，他还不敢轻易地说出口，毕竟孩子这个话题目前还有些敏感。那就当本王欠你一个人情。这个事情再说吧，现在没兴趣讨论。王爷找我，应该是为了那日说有人要看病的事吧？没错，有个人需要你看看。整个云朝的江湖上，属你诡异的名头是最大的。如果你能治好……叶王想说诊金随便开，但想想对方不缺钱。如果能治好，王爷又欠我一个巨大的人情，需要为我办一件事。只要不颠覆云朝，背信弃义，本王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，甚至你需要什么天才地宝，本王都可以替你寻来。陆青鸾不想要什么天才地宝，他只想要他的小宝，偏偏还不能让宇文寒意知道小宝的身份和他们的关系，这才是陆青鸾迟迟不肯开口的原因。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他竟是瞧出来了。不过陆青鸾别的本事没有，做戏的本事还是很多的。没什么，说这些没用，我得先见见病人吧，万一我救不了呢？
就算你救不了，你若有什么所求，本王依旧答应你。这么大方，无功不受禄，为什么？因为本王喜欢你。喜欢你？喜欢你？如此表白的话，就这么朴实无华地说出来了吗？陆青鸾眼底含着惯有的笑意，摇头道：可我不喜欢你。拒绝的真是毫不拖泥带水。可我不喜欢你。拒绝的真是毫不拖泥带水。你误会了，本王说的喜欢是趋于一种欣赏。宇文寒一解释，感觉这样才能捞回点面子。那你直接说欣赏好了，害我误会。幸亏你不喜欢我，不然我得做噩梦。本王就那么恐怖？不恐怖，随便乱亲女子，还是自己的未来侄媳妇，算君子之道。你这种登徒子，放在我们乡下，能乱棍打死。本王道歉。当初他逞一时之快，亲过的吻，如今都变成了臭鸡蛋，吧唧吧唧的砸他脸上了。宇文寒意觉得，陆青鸾绝对是他最惹不起的女人。走吧。就是他，已经昏迷多年了。寒毒还很强。没错，有救吗？你该庆幸不是脑死亡，不然就真的没救了。怎么说呢，还是有一线生机的，仅仅只是一线，王爷要做好准备。一线也可以啊。冒昧问下，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既然这么说，肯定还是不愿透露的。既然很重要，那应该不惜下血本了。能治他的药只有一种，火莲。若王爷能取到，我至少有50%的把握；若寻不到，1%都没有。而且我的治疗一旦开始，他要么苏醒，要么就永远都不会苏醒。王爷自己选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没必要骗你。好，火莲是吗？本王会尽快找到的。那很好，我便就等着王爷的好消息了。那你呢？如今已经见过病人了，你有什么想达成的？或许本王可以帮你。又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倒不是难言之隐，只是怕有些不好查起。这布条便是当初遇到三宝的时候裹着三宝的布料，若非这布料当时大雨漂泊，恐怕那孩子是撑不到后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4年前我在龙头山那边游历，那个时候我在江湖上没什么仇家，但一夜却突然遭到2个神秘人的攻击。那2人很厉害，杀了我身边一个忠心的婢女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素来是有仇必报的，天涯海角只要动了我的人，我都要查个明明白白。至于这布条，是当时混乱中从其中一人身上扯掉的。陆青鸾之所以拿出三宝身上的布料，是因为这些年他已经竭尽全力的排查当日路过的商队流民，最后得出的答案就是，唯一带走小宝的人，或许便是丢了三宝的人，而三宝的来历绝对不简单。所以陆青鸾一度认为，搞清楚三宝的来历，就能寻到小宝的下落。反正他目前是寻不到的，就看宇文寒意的本事了。4年前，龙头山我云朝境内竟是会出现这样的神秘高手，本王倒是不知道。不过这布料的确非同一般，水火不侵，对吗？王爷好眼力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瑞王殿下，有事吗？金子准备好了？已经都准备好了，希望你可以言而有信。玲珑，你拿着永寿宫的腰牌，迅速去钱庄兑换一下看看，看能不能兑得出来。哼，你倒是小心，只是未免小人之心了。我又不是君子，管他什么小人不小人的，谨慎一些没错。还请瑞王见谅了。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。如今我才华盛名，又是鬼医传人，除了没有个好颜色，几乎都不缺了。你确定不娶我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不知羞耻，就算你样貌可恢复，本王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你与本王的心上人比起来，不及他1/1000。哦，不娶就不娶，干嘛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啊？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做朋友。
不必了，你这样的朋友，消受不起。告辞。太后寿宴的流程也比较简单，先是众朝臣官眷起身恭贺太后福寿安康，然后再有几家出挑的闺秀上前献艺。她当真答应退婚了？没错，她不敢戏耍本王。不识好歹的女人。虽然达成目的，可安阳公主还是浑身的气不顺。大约在她心里，洛金鸾这女人不应该这么干脆的答应，而是应该死死地扒着她皇兄，金子也不要，脸面也不要，再被皇兄无情抛弃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。而今那女人却骗了他们整整的2000两黄金，想想就肉疼。皇兄，你就放心吧，那个女人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安阳公主恶毒地说道，心里却是已经盘算起了自己的计划。一等到瑞王跟陆清鸾成功退婚，他就冲上去，当众扒了陆清鸾脸上长期戴着的面巾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他那张被火灼烧过的丑陋脸孔，什么懒得医治，分明就是丑得太恐怖，已经没得救了。想到那时陆清鸾捂着脸被天下人嗤笑的画面，他就觉得好兴奋。接下来献艺的是相府陆晴雪、陆依依姐妹2人伴奏霓裳舞。就见陆晴雪一身白衣飘飘，面上蒙着一层轻纱，朦朦胧胧中引见面容完美的轮廓，给人一种神秘之美。月光下，灯火中，宛若瑶宫仙子。而陆依依则恰恰相反，她一身火红色的衣裙，加之从小练舞蹈，身姿动作无不曼妙柔美。袖摆下的一双小手更是白嫩的亮眼。满朝都知陆晴雪才华卓绝，却少有人知陆依依容貌更胜一筹。就连陆清鸾都微微的讶异了一下。趁着今日皇祖母大寿，儿臣还有一事，请皇祖母与父皇成全。你这孩子，有什么事还用这么正式？起来说话。是。儿臣所求是有关自己的婚姻大事。你不是有婚约吗？皇祖母说得对，儿臣的婚约还是您一手安排。虽说当日您也是一番好意，但那时儿臣与陆清鸾都还不过牙牙学语的孩童。如今时光流转，我2人脾性不投，并无缘分，索性求皇祖母给个恩典，就此解除这婚约吧。陆清鸾也是这个意思。瑞王所言不差，我与瑞王确实脾气不投，并无缘分。太后慈悲，还请解除这婚约吧。陆清鸾一番话说完，瑞王心头重重地松了一口气。好在这女人没有耍花样，宇文寒意就坐在不远处。闻言，他眸光微微一闪，似乎有些疑惑。之前不是说蒙着面是考验瑞王的吗？还说非他不嫁，怎么如今转脸就来退婚了呢？他想不明白，但他倒是有几分欢喜。而另一个比较紧张的，大概就是陆依依了。他紧紧握着拳掌，只是事情似乎有点不一样。不是说婚约顺延给他了吗？怎么成了解除？你2人当真觉得脾性不投？青鸾呐，可是瑞王欺负了你，哀家给你做主。太后误会了，我与瑞王的确是脾气不投，若强行婚嫁，怕是以后也是一对怨偶呢。解除婚约，我2人各自开怀，绝无威胁欺负。唉，也罢。太后恕罪，陛下恕罪，老臣有一言要说。陆相要说什么呀？太后当年赐婚，何等殊荣，我那原配田氏在九泉之下也是高兴的。如今解除，实在不忍呐，不如取个折中的法子吧。什么折中的法子？陆承安这老不要脸的，连死人都要拖出来再消费一遍。既然长女觉得与瑞王脾气不合，那不如将婚约顺延给小女陆依依如何？就见陆依依一身红衣已经站起身来，
一副无比期盼仰慕瑞王的样子。洛依依虽美，瑞王却并没有多看一眼，只因他心口还有一抹白月光，是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的人。陆相爷，你将本王看成了什么？什么？陆承安不解，洛依依已经很美了，还不满意吗？你将本王当成勾栏瓦舍的嫖客了吗？这个不行，就换那个。怪不得陆相养这么多女儿，原来是大有用处啊！我等可没这等心情。瑞王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？好了，大喜的日子像什么样子？瑞王，给陆相道个歉。是，陆相，方才是本王年轻，言语无状了，还请谅解。母后，臣妾忽然想起，当年给瑞王赐婚的时候，是因为陆小姐的母亲田氏救了您的性命，您才许了这姻缘吧？皇后的记性好啊，没错。姻缘是赏赐，如今赏赐没了，不如换个别的，何必吵吵嚷嚷呢？皇后说得对，当年田氏拼着性命救了哀家，哀家既然不能许姻缘，那就许个别的吧。只是许什么呢？许个郡主之位吧。陛下，你觉得呢？呵呵，今日母后是寿星老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郡主就郡主吧，今日您大寿，就赐个福康郡主吧。谢陛下隆恩，谢太后慈恩。陆青鸾，你好生高明啊！还好还好，瑞王殿下也算心想事成，管我做什么呢？还是你后悔想娶我了？本王就是不娶，也绝不会娶你这种心机深沉的。寿宴继续，各家权贵送上的寿礼还没有过目结束，只是上着上着，快要到尾声的时候，陆青鸾忽然意识到不对，小姐，怎么没咱们家的？虽说是一尊玉雕长寿像，不及旁人的贵重，也不至于上不了名录的吧？哎，寿礼都过完了，怎么不见陆青鸾你的呀？本公主方才还在想，你这诡异传人能送什么稀罕物呢？怎么回事儿？回太后，青鸾也不知道我那原本准备的礼物去了何处，许是今日送礼的太多，忙碌事务的公公忙晕了，也漏算了也不一定。那就是没有了。亏皇祖母这么厚爱你，的确是我的疏忽，唐突了太后。刚才你妹妹那霓裳舞，哀家看着不错，不如你也给哀家舞一个，全当你赔罪了。霓裳舞，我不会啊。切，他若会跳霓裳舞，猪都能上树了。霓裳舞没个几年功底是跳不好的。太后这是在刁难他吗？太后，我是真的不会跳霓裳舞，如果你真的想看我跳舞，不如我舞一段剑舞给您看吧。以前在乡下的时候，经常有卖杂耍的路过，我跟他们学了几首，舞的还是不错的。要我说呀，是跟杂耍班子学的吧？这陆青鸾莫不是疯了？给太后看这种，以为耍猴戏吗？也好，这宫廷中严谨的节目看得多了，也没有意思。你就随便舞上一舞，只当博君一笑了。多谢太后给我这弥补的机会。我虽能舞几下剑，可眼下没有剑啊，不知哪位可否借剑一用？本王这里有一把，福康郡主若是不嫌弃，可拿去一用。韩城是战王身边的一等护卫，是有带兵刃入宫的特权的。多谢。陆青鸾的剑舞刚柔并济，她一身白衣更是飘飘而动，连瑞王都看呆了几分眼。他没想到，在与这个女人解除婚约后，他又开启了一项惊艳京城的技能。他好像一身的秘密与才能，就像挖不完的宝藏。这贱人竟又被他蒙混过去了。此刻陆青鸾的剑舞刚好舞到他们附近的桌子旁，安阳公主更是恶向胆边生了。贱人！谁也没想到，
陆青鸾在经过这完美的纵跃，刚一落地，不远处坐着的安阳公主忽然就朝他扑了过来。他就感觉自己面上微微一凉，他的面巾竟是被安阳公主直接掀开了。福康郡主，你这剑舞美极了，可惜脸蒙得严严实实都出汗了，本公主给你2块。谁知下一刻，一张绝世容颜就这样映入了他的眼帘。不是说陆青鸾是丑八怪吗？那这脸，你不是陆青鸾？我不是陆青鸾，我还能是谁？公主殿下？哇，我的天哪，那是陆青鸾！母亲，那是仙女吗？不是的，那是福康郡主。陆青鸾居然这么美，那她为什么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啊？神呐，长成这样还被骂丑八怪，那我等岂不是都无言于世了？仙女啊！唯有宇文寒意微微臭着一张脸。虽说陆青鸾迟早都是要露出真面目的，也是迟早都会惊艳四方的，可他一时心里就是不太舒坦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不过旁人再受刺激，恐怕也没有睡王受的刺激大吧。当他第一眼看到陆青鸾真容的瞬间，只觉得自己犹如做梦，终于又让他遇见了他。但是马上这梦就变成了噩梦，那女子竟是陆青鸾。不可能啊，他心心念念的人，一直找寻的人，竟是他一直都在羞辱拒绝的陆青鸾。究竟是上天给他开的玩笑，还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禀太后，方才安阳公主跟我开了个小小的玩笑，不小心碰掉了我的面巾。就这样，让诸位见笑了。福康郡主好样貌啊，怎么之前总是以面巾遮脸，浪费这般的好颜色呢？家师鬼医常常教诲我，身为医者，行走世间，当悬壶济世，而不是卖弄皮相颜色。所以与我约法3章，成婚之前都以面巾遮面，不得外露，婚后方可以真面目示人。只是我命苦啊，还没等到大婚就被退了婚。这一番自嘲，不知世人是何感悟，但瑞王却是只感觉一个锥子狠狠地插进了自己的心里，疼得险些呼吸不得，恨不得现在就死了去。父皇，儿臣……瑞王殿下，你莫不是又瞧上我了？你瞎说什么？就是我皇兄终身不娶，也不会娶你这狐狸精。瑞王也微微醒悟，就算他不顾脸面地说出反悔的话，与陆青鸾也绝不可能恢复婚约了。只是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如今不是破了规矩？回皇后娘娘，本就不是什么铁律，全靠自律，今日也是事出意外。下去吧，你这丫头，今日倒是出够了风头。不过呀，哀家甚喜，便不与你计较丢了礼物的罪责了。谢太后。太后娘娘，趁着今日大喜的日子，臣妾有一事相求，还请太后娘娘成全。你我都是老姐妹了，有什么事是不能说的？臣妾求太后为我儿赐婚。臣妾求太后为我儿赐婚。赐婚？没错，赐婚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京城早有各种传闻，说叶王府内定的未来王妃是相府的2小姐陆晴雪，是吗？传言一点不差，就是陆晴雪。只因5年前，我儿叶王曾亲自对我说，想要求娶陆2小姐，我才会对陆2小姐格外的另眼相待。没错，这传闻都5年了。难道这是要给陆晴雪证明吗？原本受了一晚上风吹雨打的陆晴雪闻言，更是瞬间抬起头来，露出满脸的不敢置信。她终于还是等来了吗？
是啊，传言都5年了，5年呀，不能白白耽搁了人家姑娘的大好年华。这赐婚，哀家准了，陛下可有何别的意思？甚好，臣女谢主隆安。叶王还不快来谢恩？宇文寒意正在看陆清鸾，原以为那女人听到他被赐婚，多少会有点反应，结果什么反应都没有。果然是他自作多情呀！陆二小姐，你可想清楚，你真的确定你这是本王找的人吗？自然确定。好，既然你确定，本王也只好谢主隆恩了。宇文寒意冷笑，既然你这么想招惹本王，那成全你。你若是，本王自会给你一个完满的交代。你若不是，这9重天好登，想下可没那么容易，是你自己选的。陆青兰全程看在眼里，心里是平静的，只是莫名有种，就是我娃的亲爹终于要娶妻了的感觉。臣也想求太后慈恩，求一桩婚姻啊！众人拿眼一看，却是个其貌不扬，甚至还略显猥琐的男子。很多人一眼认出，这是安平侯嫡子。你要娶哪家女子啊？臣求娶相府千金。宇文寒意杀人般的目光瞬间就扫射了过去。好在那安平侯嫡子似乎亦不在陆清鸾，而是陆三小姐，陆依依。朕准了。再看陆依依那边，此刻脸上的表情堪比死了娘一般，而宫宴也终于在这个时候彻底散场。陆青鸾，我没有想到你就是他，你故意的对不对？现以真面目出现在我面前，却又一直隐瞒，如今才给我这样一个天大的玩笑，你是在报复这些年我对你的不闻不问吗？今天是一场意外，不是吗？要不是安阳公主突然冲出来，我的面巾还在脸上好端端的挂着呢。你明知我喜欢你，你却隐瞒。此话从何说起？我从来不知道你喜欢我，我只知道你嫌弃我，憎恶我，还说就算娶了我，也不会多看我一眼。后来又说，就算终身不娶，也不会娶我这种满腹心机的。现在殿下心想事成了，还有何不开怀的？抱歉，我要回府了，累。那当时酒楼相遇，你手边牵着一个女孩，说是你女儿，你……陆青鸾这次真的是来了个急刹车，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瑞王见过妞妞，如果他告诉了别人，下一刻，陆青鸾迅速换上了嗤笑的表情。当然是骗你的了，瑞王殿下，您还没看出来吗？我从始至终遮掩真实容貌，都是考验您啊。瑞王殿下，您还没看出来吗？我从始至终遮掩真实容貌，都是考验您啊。结果您只顾看好颜色，却从未探究过我的内在。哪怕我才华惊世，您对我都冷言冷语。若我勉强以容貌嫁给你，难保将来色衰而爱弛。不得不说，瑞王您的爱真的是太单薄了。您没有通过我的考验，此生无缘，来世再说吧。陆青鸾不得不放出这样的狠话，想必这样倒霉糟糕的经历，他应该不好意思告诉别人的。陆青鸾，你这是玩弄本王的感情吗？咱们何时有过感情啊？我敲诈你，还是你辱骂我时候的感情啊？瑞王殿下，您喝醉了。赵秋白，是不是你？他喜欢是不是你？送瑞王回府，他喝醉了。见笑了。没什么，你我不是朋友吗？既然是朋友，便没什么见不得的。我带护卫送你回去吧。你的腿如今都好全了？还没有，不过陪你回府还是可以的。这一幕不免被不少人看到，宇文寒意也在此行列。今夜为什么突然要给本王求赐婚？不是你自己求的吗？若非你说要娶陆晴雪，我又如何知道这么一号人？开始几年，我也不清楚你为什么忽然要求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。不过最近几年，我倒是猜到了几分。
我原以为你这次回京就能安定下来，母亲也不想为难你。不过我最近发现，你的眼睛看到那陆青鸾的时候，眨都不会眨一下，就跟是生生要吃了人家似的。今日她露出真面目，真是个美人。唉，不说了。总之母亲不会让你做出始乱终弃的事。此事我会尽快给你一个解释。殿下之前说要查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。5年前陆大小姐被送到乡下后，相府的许多奴婢下人几年之内几乎大换血，而被换掉的奴婢要么被发卖到了很远，找到的几个对5年前的事情也比较模糊。倒是昨日找到的那个似乎是知道了一些。王爷是要亲自问，还是属下问好了再？本王亲自去问。是，殿下，此人便是当年相府发卖到崇州奴婢。属下命人找到的时候，他日子过得实在不好，给人当牛做马。若非去得及时，只怕出不了几个月就得活活累死了。本王问你，5年前相府大小姐被送到乡下的时候，你可还在相府？宇文寒意问道。那婆子闻言一哆嗦，正欲回话，可谁知身子一歪，竟是惊惧之下被吓得晕了过去。这胆子也太小了吧！小姐，田氏一族回京了，但情况似乎不好。你说什么？田氏一族？您的外祖父一家呀。上次百花选宴，您不是请旨赦免了他们，如今他们回来了。只是陆青鸾这才恍然大悟，是啊，把人家救了，却把人家忘记了；把人家救了，却把人家忘记了。但是不对啊，现在已经是深夜了，京城的城门也多数下药了，怎么可能回来？所以才说情况不好。田老太爷他们一行人从流放地一路回来，本来就已经是疲乏了，可不知怎么的，在京城近郊的时候，却忽然遭遇了一伙劫匪。幸亏有人救了他们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的。劫匪？谁救的他们？能深夜把他们带入京城的人，肯定也是不一般的。叶王，果然，看来这次倒是欠了他几分人情的。小姐，那我们……陆青鸾放心不下，加上也没了睡意，当即合衣就起来，于玲珑赶到田家老宅。叶王殿下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既然此事你已经知道了，自然也是要查到底的，对不对？自然。经过这么一番闹腾，天边都出现了鱼肚白，一些勤快的小生意摊主，此刻已经在街边支起了摊子。乐伯，本王请你吃面条。你这样尊贵的天皇贵胄，也会吃街上的路边摊位？你这样尊贵的天皇贵胄，也会吃街上的路边摊位？路边摊位怎么了？也是我云朝子民的生意，有何不能光顾？而且这路边摊位有时候远比宫廷宴会上的更有味道。陆小姐，我家王爷可不似外面传闻那样不近人情的。15岁之前，他每年生辰都是要求太妃乔装带他出门吃一碗这街上的东西。陆青鸾着实倒是没想到，眼前的战神王爷也有如此一面。那15岁之后呢？15岁之后，王爷就参军去了边陲，便很少回来了。属下也就没有这个福分吃到这条街上的那碗牛肉面了，那可是一绝，山珍海味都不换。说的奴婢都饿了，昨夜宫宴光顾着看大戏了，小姐都没怎么动筷子。那还不快走？陆青鸾忽然一脸期待地催促道，像个孩子。宇文寒意的表情也微微一亮，这平日只怕杀人都不带眨眼的女人，急着吃饭的样子，倒是可爱几分。走吧。老板，来客人了。叶王殿下，您来了。这次来的有些早，方便吗？方便，方便得很呐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还是原来的牛肉面吗？稍等，马上。4碗，要大碗。知道，王爷与这护卫多是食量大的。哎，老板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凌晨这会儿不忙，我娘子便晚出来一会儿，贪个懒觉。
主要他这些年腿脚也不太好。说着，老板的目光就偷瞄起了陆青鸾。这便是相府的陆小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京城谁人不知啊？叶王殿下的内定王妃便是相府的陆二小姐您呢。小姐真是与王爷是般配呀，就像那戏文里的神仙一般。啊不，比戏文里的神仙还俊呢。王爷从小就爱我这一口，早些年年年都会来。若王爷与陆小姐将来有了孩子呀，还想这一口，我让我儿子继续给你们开摊位。听得陆青鸾却是面上大窘，原来又认错人了。刚才田老太爷是认错了宇文寒意，现在轮到他了，心里不舒服。宇文寒意表情古怪地问着，仿佛下一句要说他可以让陆晴雪从他们之间除名。当然不舒服了，你可是我妹夫，好在都是一家人，下次你可要带他亲自过来，莫再让人认错了。那个王爷，等你与陆晴雪婚后，是不是还要叫我一声姐姐啊？陆青鸾一副不作不会死的表情问着。如果可以，他真想捏死这个女人，这么欠抽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凭着你这句话，本王绝不会娶陆晴雪，你想都不要想。好吃好吃，别被烫到了。好吃好吃。宇文寒已发现，这个女人一遇到美食，智商至少被砍掉一半，像一只小仓鼠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本王已经吃完了。吃得真快，可惜啊，面虽好吃，我却已经吃饱了，实在吃不下了。你这是浪费粮食啊！刚好本王还不太饱。然后他3口2口的就把剩下的面条给吃完了。关键那是陆青鸾吃剩下的，陆青鸾都惊呆了，愣愣的看着宇文寒意。宇文寒意也看着他，问道：你有何不满吗？没有，浪费粮食确实不对，但大碗是你叫的，我平时都是小碗。没错，我叫的，所以我来善后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是的，没问题，但仔细想想，问题可大了。说男女授受不亲吧，不至于，可又莫名的古怪，反正就是不上不下，别别扭扭的。那个，昨夜算是欠下了王爷人情，这顿我必须得请。玲珑付账。而宇文寒意也没跟他们争。陆青鸾，一顿面钱可还不了本王的人情。原来会算账的是王爷啊！彼此。天亮了，我该回家了。王爷，四宅那妇人已经清醒了，也愿意将5年前相府事情的真相如实相告。宇文寒意挑眉，他竟是忘了这桩事，看来他想要的答案已经浮出水面了。走。是王爷救了民妇的命，民妇不敢有丝毫隐瞒。5年前，我是相府的厨娘，厨房人来人往的，府里的一些事多少知道一些。昨夜王爷问大小姐被送到乡下的那日，我是否在相府的？我在的。那你可知道相府大小姐陆青鸾是为什么被送到乡下的？她犯了什么错，得罪了什么人？大小姐是原配夫人的孩子，这些年在府里无错也是有错，里外不知要遭多少责打，时不时的关柴房也是常有的事。你说什么？陆青鸾那日被关进柴房，你确定不是陆晴雪？陆青鸾那日被关进柴房，你确定不是陆晴雪？怎么可能是二小姐？二小姐金尊玉贵，在府里夫人和相爷那儿是放在手心宠的，怎么可能舍得关柴房？哦，对了，听说那日大小姐在柴房里还出了一些事，外头风言风语的，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哪里知道？大约相爷是怕流传出去，所以才发卖了我们吧。宇文寒意已经彻底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陆晴雪果然以姓武为借口欺骗了他，虽然可恨，
但事到如今，宇文寒以唯一关心的问题却是陆青鸾的态度。他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就是不承认？难道当真是瞧不上他？这一猜测令堂堂夜王相当的憋气。好生安顿，保护他的安全。原来他自小竟是受了那么多苦，那他这次回京又是为了什么？复仇吗？只怕没这么简单。他竟是看不懂那个女人了。王爷，如今真相已经查出来了，5年前陆小姐就是您的人了。5年前陆小姐就是您的人了，这下他抵赖不得了。你以为问题只是他抵赖的问题吗？那还有什么问题？如今证据确凿啊！哼，好一个证据确凿，判得了对错，断得了人心，却唯独算不了情爱。陆青鸾，终有一日，本王会让你心甘情愿地走到本王面前的。很快就到了沈家老太爷做寿的当日，陆青鸾此刻跟在沈氏等人的身后，就到了寿宴的最中心。哎呦，这个便是咱们家出的唯一一位的郡主了吧？福康郡主，老身有礼了。母亲，您这是作何呀？什么郡主不郡主的，还不过是个小丫头。青鸾呐，还不过来给你外祖母请个安呢？姨娘糊涂了，我外祖母是田氏一族的，这算什么呀？倒不是他故意服面子，有些态度若是不澄清，便就是一种无形的妥协。沈家不配他的妥协。不打紧，不打紧的，小孩子嘛。再说了，福康郡主说的也没有错，他到底不是你生养的，不叫便不叫了，为难孩子做什么？郡主啊，以前恩怨都是我这做长辈的不是，来，这礼物算是跟郡主赔不是了。我这儿也有礼物呢，不过郡主呀，是见过好东西的，千万别嫌弃了老身的见面礼呀。陆金鸾这次也没有推辞，直接收了那翡翠珠串，还直接戴在了脖子上。陆晴雪也在旁上站着，却是仔细观察着陆青鸾，其实内心也是心惊肉跳的，因为他也是今日出发才知道沈氏全部的计划。他竟是打算用陆青鸾来替换陆依依的婚约，感觉真是疯了。可阻止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。此刻发现他并没有发觉这珠串和手镯的特殊。母亲，你今日无论如何都要给女儿报仇啊！哭什么，没用的东西。母亲，您不知那陆青鸾的厉害，他就像是能未卜先知似的。这世上就没有未卜先知的，都是蠢货的自辩。方才枉不是替你撒下去了吗？只需稍待一会儿，那陆青鸾就身败名裂。说起来，到时候让她嫁给安平侯嫡子，也算是便宜了她。要我，定是让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。很快，陆青鸾就被陆晴雪引到了一处厢房。全程，陆晴雪没有看出半点陆青鸾起疑的表情。今日似乎是不是太顺利了？陆晴雪感觉在陆青鸾手里吃的亏多了，人都草木皆兵了，怎么都觉得不安。大姐先歇息，外面还有一些需要我招待的。我知道，妹妹自便吧。我歇息一会儿，待开席你着人喊我就行了。小姐，方才那沈老夫人和林氏送的东西是什么呀？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，害人的，而且还极其隐蔽。被这东西害了的人，怕是做鬼都不明白自己怎么死的。哎呀，那小姐还带着，快脱下来呀！没事，这镯子与珠串上都带着一种特殊的香料，不算毒。寻常女子佩戴，不出1个时辰就会晕眩，甚至堪比春药。待药效发挥出来，这手镯与珠串上的香料也自然挥发，事后也不会有人查出不对。不过我内力深厚，压制这点毒性还是没问题的。这沈家害人都是明目张胆，不似沈氏的风格呀。
应该不止于此。对了，今日我们来神府，目的还是要调查神府的。趁着人多，你去神府内部转转，看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而按照陆清鸾一贯的习惯，都是咱们自己的事，那就自己解决，不牵连旁人；都是咱们自己的事，那就自己解决，不牵连旁人。既然是为了陆依依，那这货自然是由陆依依来顶了。只是有一件事比较犯难，陆依依此刻在前厅，不好往过弄。毕竟过去这种劫人的营生，都是玲珑来帮他做的。今日玲珑还有别的事情，陆金鸾正考虑自己要不要乔装一番。陆小姐，可有什么分忧的？韩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爷知道陆小姐今日前来探查神府，不太放心，所以前来派属下前来协助。陆小姐有什么帮忙的，尽管说。那我刚好有个忙需要你帮，把陆依依劫持过来。劫持女子不太好吧？韩城显然第一次干这种事情。那他们沈家串通起来，一会儿打算要在这儿害我，就好吗？说着，还将手里的红玉镯子和珠串丢给韩城。韩城也算是半个老江湖了，随便放在鼻息间一嗅，就知道这东西的歹毒。不知道陆大小姐是我们王爷内定的人吗？陆小姐放心，属下这就去把事儿给办了。孺子可教。想来把人劫持过来，他也知道事情该怎么做，他就不操心了。他一面起身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厢房，往神府的后院走去。他想与玲珑兵分两路看看，就见陆晴雪站在门口，一张脸跟马蹄踩过似的。下一刻，陆晴雪竟真的白眼一翻，晕了。小姐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既是安平侯府嫡子。哎呀，他方才跟人吃酒吃高兴了，整个人都大了，才命人搀扶过来厢房这边休息。怎么？造孽呀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这一幕在陆清鸾的眼里不合逻辑呀，生有种白日见鬼的感觉。不是让韩城内司把陆依依劫持过来吗？怎么？陆清鸾感觉这一刻自己都要凌乱了。我的天哪！韩城，你这个不靠谱的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闯进去！陆清鸾那贱人与本小姐的未婚夫在行苟且之事，这么不要脸的事如何能容他？陆晴雪有心阻止，奈何已经受不住刺激，晕了过去。是啊，平日倒没看出来，这福康郡主竟是好这口的，专门勾引姐妹的未婚夫，不要脸！老夫人，我看就应该趁着人多，把她光着提溜出来，好让世人看看这福康郡主是个什么东西。果然是个没脸没皮的小贱人，哼！提溜出来，别给她穿衣服。这淫妇连自己妹妹的未婚夫都抢。哎呦，太过分了！相府三小姐真可怜。拖出来，把那贱人拖出来！沈老夫人身边几个粗壮的婆子闻言就进屋提人去了。然后就见在一旁还晕着的陆晴雪悠悠地睁开眼睛，艰难地说道：不要！姐，你怎么了？陆依依还奇怪，陆晴雪今天有点反常的。奈何陆晴雪的话还没说完，屋里两个婆子已经把一个衣衫不整昏迷的女人给提了出来。哎，这福康郡主生的倾国倾城，身材婀娜，这女人怎么有些胖啊？是不一样的，连窑子里的姐儿腰细都没呢。唉，原来倾国倾城的名声是假的。而陆清鸾感觉戏演的也差不多了，此刻缓步上前：依依呀，我刚才见后院人少，就去透透气，这是怎么了？一回来就闹哄哄的，我看半天也没看明白，大家怎么好像在骂我？陆依依还沉浸在自己前所未有的兴奋质问，闻言得意道：哼，还能出什么事？陆清鸾那贱人，他偷你！哎，
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这不就是陆清鸾吗？我记得刚才在前厅，他就是这身衣服的。总算有人带脑子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福康郡主陆清鸾，刚才出去透气，一回来就遇到这么一桩事，好像大家都在骂我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你们能告诉我吗？不是福康郡主，哪个缺德带冒烟的诬陷福康郡主啊？那地上的是谁？林氏就算不敢置信，也迅速的趴下，将地上昏迷的女人抬起，扒拉开脸上的乱发，吓得一声尖叫。我的天哪，这不是姨娘吗？姨娘好歹是相府主母，沈家嫡女，怎么被糟蹋成这样了？衣服都没穿。啊！母亲，母亲这，母亲这，感人，快！此事不能传出去的。完了完了！你这个不要脸的！陆承安气得上前抬腿就是狠狠的一脚，将昏迷中衣衫不整的沈氏直接踹翻在地，然后拂袖走人，回家写休书去了。感人，封锁消息，今天谁都别走出沈府一步。林氏，你这个蠢货，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是，我这就去通知老爷。外祖母，还有陆清鸾这个贱人，是他，肯定是他捣鬼的，我敢保证。没错，还有这个小贱人，谁敢动我家小姐？你竟没死！来人呐！就见几个家丁打扮的人快速朝这边围拢而来。小姐，当心，沈府的水深着呢，这些家丁都是1等1的好手。你见你家小姐我怕过谁吗？好胆识啊，老身都有些佩服你了。只是今日你必须死。如今他们还以为主仆2人里只有玲珑会武功，哪里知道玲珑顶多属于江湖上的2流高手，陆清鸾才是真正的超1流高手。陆清鸾比较难过的是，隐藏了这么久，竟是被一个老太婆给逼得要暴露了。原以为用脑子就能解决的事，最后还得动手，无趣的很。杀了他们！叶王殿下到。殿下怎么来了？我们沈府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本王也不想来的，不是与相府有些姻亲，我母妃便叫本王过来看看。不想这一看，就见府中似乎有些骚乱，还听到什么杀？要杀谁啊？自然是要杀。什么杀不杀的？殿下听错了吧？今日可是我家做寿，阿弥陀佛，听不得这般凶厉的言语呢。娘亲，娘亲，我们想出去玩，出去外面玩。玉衡姑姑说外面有妖怪，只有娘亲来了才能打跑妖怪，我们才有机会出去。现在娘亲回来了，我们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去。太好啦，爱娘亲。我也爱你们，我的乖宝宝们。其实陆清鸾赶今日计划着出去游玩，也是掐算着宇文寒意此刻正在刑部忙着，撞到的几率几乎为0。那边有条河，我们先去捉鱼吧。今日寿星没吃上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娘亲等着，大宝一定给娘亲捉很多很多的鱼。我要把这条河里的鱼全捉了，都给娘亲吃。那娘亲不得吃成大胖子？没关系，我们不嫌弃你。哈，我已经落得被嫌弃的地步了吗？你们知道小蝌蚪是谁的宝宝吗？那肯定是大蝌蚪的宝宝啊！一只大蝌蚪带着一群小蝌蚪。那你们见过大蝌蚪吗？没有啊，我猜大蝌蚪肯定和娘亲一样，出门打妖怪了。是吗？那我们找个罐子，把小蝌蚪带回去，它们几天后就长大了。等长大了，你们不就知道他们是谁的宝宝了吗？小姐太坏了，果然宝宝们没有危险的时候，往往的危险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娘亲。这造了什么孽吗？对了，你们今日谁捉的鱼最多啊？大宝捉了1条。哇，大宝好厉害啊！妞妞捉一篓子的漂亮石头，那也很棒哦。
这些石头真是太漂亮了，多捡一些，回去娘亲教你们在石头上画画，特别好看。三宝捉了4条鱼，个头都不小呢。哇，三宝真的好厉害啊！都给娘亲，都给娘亲，娘亲饿了。真是个乖孩子。娘亲，其实鱼很好抓的。三宝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但依旧激起了水波。陆青鸾觉得鱼儿多半是会受到惊吓，他捉不到了。正想着该怎么安慰三宝，但下一刻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。三宝抬起稚嫩的手掌放在水面上，那原本可以游走的鱼儿竟是像被什么东西给忽然束缚住了，在水中左右挣扎，可依旧无法挣脱。最后竟被三宝忽然落下的小手捉住。娘亲，娘亲，你看，捉到了！三宝如获至宝的捧到了陆青鸾的面前，但陆青鸾一时却有点笑不出来了，因为就在三宝出手的时候，他看到三宝的眼眸里有一道紫光闪过，他或许是用了意念，直接控制那鱼儿的活动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三宝很厉害，看来娘亲今天是要吃得饱饱的了。陆青鸾开心的道，把心里的点点阴霾小心的藏好。三宝啊三宝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来历呢？难不成是哪个天神家落跑的小神仙？万一哪天你的亲人找来了，问我要你，可怎么好呢？转眼第2日，天还不亮的时候，陆青鸾就带着孩子们去看日出了。大宝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母亲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妞妞在想什么？妞妞在想，我在想，玉衡姑姑做的玉米饼特别好吃，我临走的时候没带上。小吃货。三宝在想什么？我觉得我渺小的就像这天地间的微尘，可我又觉得这天地好像都在我的手里。陆青鸾沉默，不知怎么回答。娘亲带你们回家吃饭了。好啊，好啊。三宝，你昨日用手可以控制水中的鱼，对吗？三宝犹豫了一下，点头。那除了鱼，你还可以控制别的东西吗？比如一块石头？三宝闭上眼，仿佛在探寻着什么。比如一块石头？三宝闭上眼，仿佛在探寻着什么。随即他又睁开眼，望着那石头，于是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。陆青鸾掌心的小石头竟在三宝的目光下缓缓地升了起来，之后很快落下。哪怕只是短短的瞬间，陆青鸾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。娘亲，我做的不好吗？明明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，他对他的疼爱从未有过分毫偏差，为什么三宝会在他的面前如此的小心翼翼？难道他异于常人，察觉到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吗？陆青鸾胡思乱想着，但是脸上却依旧在笑着。不，三宝做得很好，很厉害，连娘亲都惊讶到了呢。但是你这样的能力，娘亲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，所以你以后尽量不要被人发现。大宝、妞妞、玉衡姑姑、玲珑姑姑都不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。虽然三宝不懂，但听到这是他与娘亲独有的小秘密之后，立刻飞快地点了点头。因为从记事起，娘亲就是被分成好几份的，大宝1份，妞妞娇气要占1分半，外面的事情也要占着母亲，三宝只能占到小小的一点点。但是这一刻，他觉得娘亲是他自己的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好，三宝答应娘亲。小姐，我们离开后，叶王就将安平侯嫡子的尸首连同沈氏一并送去了刑部，已经确定安平侯嫡子喉咙上的致命发簪正是出自沈氏之手的。沈氏不知怎么的被不靠谱的韩城给当成陆依依打晕劫持到厢房，在之后被灌了药的安平侯嫡子就被沈家的人蓄意扶到了那个房间。之后安平侯嫡子药性发作，神志全无，
自然就将床上的女人当成了目标。只是正发作的时候，沈氏醒来了，必然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，怒火攻心之下袭击了安平侯嫡子，自己也晕厥了过去。之后呢？小姐，要不要猜猜，最后平息此事，安平侯府提出了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？安平侯府嫡次子继续求娶相府千金陆依依，死了一个，还有再添一个。如果说之前求娶是真心求娶，那么这次求娶就是安平侯府的报复，赤裸裸的报复。陆依依若真嫁过去，便等同入了火坑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赔了夫人又折女儿。陆青鸾，是打架的吗？若是打架的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你打不过我。是你对不对？没错，是我。为什么要劫持我母亲过去？为什么是我母亲？你害死了她，她死得凄惨无比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歹毒狠心？陆青鸾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你这个妖女，毒妇！你清醒一点，你刚才说为什么是她，为什么偏偏是你的母亲？是因为她主谋要害我呀，这事儿你不应该不知道吧？而且你和整个沈家都在协助她，最终的恶果由她来承受，也无可厚非。你知道的，我素来喜欢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。第二，你说她死得凄惨无比，她活该啊！我母亲田氏难道死得就不够凄惨吗？她好端端的书香门第，正妻夫人，却被你母亲半路插足，母族还被害得家破人亡，死的时候孤苦伶仃，只有一个幼女守护在侧，断气2天，才有人前来通报。她就不凄惨吗？陆青鸾说的，便是原主最深处的孩童记忆。那时候的原主不知道母亲死了，每天还在照顾着没有呼吸的母亲，直到被家奴发现，尸体强行被拖走。幼女只能趴在母亲死前的床榻上，哭了整整3日，都无一人安慰。陆晴雪，你们母女3人的心都是石头做的吗？把我们害得那么惨了，连最后一丁点的价值，唯一看上去有些体面的婚约，都要被你们榨取干净，将这世间所有恶毒的招数，全都用在了我的身上。你们午夜梦回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！陆晴雪忽然捂住了耳朵，她有些害怕了。当初他们母女3人合在一起，说着算计陆青鸾的话时，他们心里都是满满的憧憬和快乐，哪里顾得了旁人？滚回去吧，趁着我还不想一掌劈死你。先说沈家的事吧。若本王猜的没错，那沈老夫人应该是阴鬼门的传人，30年前被灭门，却是余孽未消。但是就算如此，想要死灰复燃也是不太可能的。沈府、阴鬼门，还有谁？当年参与陷害田氏一族的人，是东邻国的力量。东邻国？今日发现的沈家，不过冰山一角。本王知道，你想为田氏一族报仇，好对自己的母族有个交代。但是你这样做，除了打草惊蛇、破坏大局外，所得并不多。本王可以答应你，沈家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，但不是现在，所以你不能动手，明白吗？你在钓鱼，而且还是大鱼。都说与聪明人说话简单，一点就透。勉强算是你说服我了吧？那我们今晚在沈家杀了一个看上去比较重要的老鬼，不算打草惊蛇吧？不算。那阴鬼老祖是江湖中人，这么多年不敢见人，也是仇家太多，就推给仇杀吧。江湖上随便找个背锅的就行。背锅啊？找谁啊？江湖这块我不熟。江湖第一女杀手南无月，此人亦正亦邪，飘忽不定，他应该也有这个本事，就甩给他吧。陆青鸾闻言，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噎死。他可真是人在你跟前坐，这波直接就从天上来。南无月，可不就是他赚奶粉钱的杀手身份吗？其实也不算杀手，就是名声大，价钱高，3年开1单，1单吃3年。如果遇到被买命的是良善之人，还有倒贴一半，
给人家引名跑路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算了算了，不就是一个锅吗？小意思。比起沈家这烂摊子事儿，我觉得咱们可以聊聊你说的条件了。宇文寒意神秘一笑，小心翼翼地缓缓打开食盒，只见里面一股寒气，竟是冰着一朵洁白无瑕的雪莲。圣莲，虽不及上次我们服用的灵果，却也难得的天才地宝。你若服用，与你大有好处。本王的条件够诚意了吧？叶王，这么点小事，你也太舍本了吧？本王有的是好东西，不过这圣莲也不是白给你的，你这还得答应我3个条件。你先说。第一，你在京城之中要安分守己，若非旁人寻你麻烦，你不得主动去惹麻烦。可以，没问题。第二，我们如今也算盟友了，我若需要你什么帮忙的，你得出手。还有，不准无故失踪。也没问题，若力所能及，随传随到。若是拼命的话，我可就先跑了。陆青鸾笑得毫不知耻，宇文寒意冷哼一声，瞪了他一眼。哼，你个渣女人。第三，不得再见瑞王。这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吧？为什么？这跟瑞王什么关系啊？陆青鸾不高兴，他还挺喜欢这个挡箭牌的。王爷，你不会吃醋了吧？哼，吃醋？你也配？忘了刚才说了有关东陵国渗透奸细的事了吗？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任何人都有嫌疑。瑞王会和东陵国勾结？我看他平时傻不愣登的，吟诗作对，装逼被坑还行，阴谋论不太像。人不可貌相。人不可貌相。如果瑞王真的与东陵国有关系，那么他的演技真好。云朝欠他一个小金人。什么小金人？这女人怎么说话越来越奇怪了？意思就是伪装的好都能颁发奖赏啊，实力派小金人。当然，王爷您也是实力派，妥妥的。那你呢？宇文寒意皱眉，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。我当然是偶像派了。那现在我都答应你了，给我吧。宇文寒意这才将食盒递到他手里，然而就在食盒落入陆青鸾手的瞬间，他犹如离弦之箭，翻墙走人，仿佛生怕宇文寒意会后悔不给他似的。后会有期，之后几日闭关，有事烧纸。想与你说话吃顿饭就这么难吗？赔了面子还折兵？王爷，圣莲怎么不见了？你取走圣莲了？哼，刚好有些事，所以拿出来用了。王爷，你不会是拿去讨女人欢心了吧？你觉得本王这么肤浅？可你刚才一直色眯眯的在看着那女的呀。什么叫色眯？宇文寒意一度怀疑自己刚才的表情管理失控了吗？王爷，你跟那个女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，你怎么就把圣莲随便给人了呀？太败家了，我的天哪！你说什么？为何说本王与他没有好结果？屁股不大，生不出男娃。滚！你如今已经贵为福康郡主，你对前程可有什么想法？前程想法，混吃等死算吗？郡主有俸禄的，我还饿不死。这样不行，你都19岁了，马上20了，在京城已经算是老姑娘了，择个人家嫁了吧。沈氏刚死，她是罪妇，不必守孝。你若不嫁，你的妹妹们又如何出嫁？哦，那我嫁给谁啊？或者换句话说，你要把我卖去哪儿啊？话也别说的这么难听，哼，你到底还是我的女儿，给你寻的去处自然也是不同的。东宫太子已经3年未选良帝了，2个月后皇后娘娘会为他主持，我已经将你的名册递上去了，到时候你过去便是。还真是好去处呢。东宫啊，未来的天子之地，你就不怕我真的被选上，将来大权在握，对付你？你若有本事爬得高，
说明你就更需要我，想清楚自己的前路。可我并非完璧之身啊。到时候我会安排的，你听吩咐就是了。只要过了那关，以你的容貌……想到这儿，陆承安就起身离开了。这陆大人未免也太过……你气什么？他喜欢搞事情就让他搞吧，想被选上很难，不想被选上还不是很多法子吗？哦，对了，小姐，这几日江湖上有一则传言的。什么传言啊？江湖第一杀手南无月重出江湖，为民除害，杀了多年前为祸江湖的阴鬼老祖。无所谓，没事的。小姐，没所谓吗？您的小号被盗了呀。跟着陆青鸾久了，连龙说话都时髦了几分。没事，反正也不经常上，现在也不缺钱了，到就到了吧。可是还有一则传言。什么传言？江湖第一杀手南无月杀人成性，一夜之间杀了双剑16条人命。这肯定不是宇文寒夜传的，看来是真被盗号了。不仅如此，还传言南无月已经加入了邪派黑风崖，有人看到他与黑风崖的人为伍。澄清太麻烦，玲珑，你帮我注销了吧。是。于是第二日，江湖第一情报组织串珠阁传出消息，半年前江湖第一杀手南无月已意外身故，所以江湖上的这个南无月是假的，而串珠阁便是陆青鸾手上掌握的情报组织了。叶王府。王爷，这南无月应该没死吧？我们刚想甩锅给他，江湖上就各种谣言四起，如今还由串珠阁亲自辟谣。王爷，这南无月应该没死吧？我们刚想甩锅给他，江湖上就各种谣言四起，如今还由串珠阁亲自辟谣，这明显是推出江湖避祸吧？听闻南无月与串珠阁阁主孟神机是闺中密友，孟神机不忍好友名声有污，下场辟谣也是情理之中。既然人家有意退出江湖，以后就不要再提起了。不提南无月，那以后我们有锅给谁呀？那就给孟神机吧。孟神机的确近几年来江湖上难得的一流高手，还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就算有人要报仇也找不到人啊。相府。陆青鸾毫无预兆的就打了个喷嚏，总觉得有人在骂他。王爷来我这儿倒是越发的熟门熟路了。对于某人的忽然驾临，明显是不欢迎的。他这相府闺房，估计宇文寒意比他自己都熟悉得很。因为他现在就坐在一贯的位置上，自斟自饮，自在得很呢。今日赵秋白申城，可与你说了什么？那是肯定的。秋白得知我的名册入了东宫良地的候选名单，问我若不愿入东宫，他便求娶了我。自此之后，夫妇顺遂，他什么事都依着我。说到最后，他笑得眉飞色舞。哼，你心动了？王爷给我一个不心动的理由。秋白英俊潇洒，清风明月，还为人和善，会陪我下棋，与我弹琴，人生得这样的夫君足矣啊。那你怎么没答应？想答应来着，可我心里不是还有瑞王吗？王爷虽不让我见瑞王，可到底痴恋一场，想着他那日主动找我求和。王爷怎么了？你明知本王心里有你，你还这么说？这么说让王爷明白你我没戏，早些收心落锁，不要把自己的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。你说的对，本王今日来是来辞行的。辞行？边城那边出了一些事情，需本王亲自前往处理。哦，那祝王爷一路顺风了。陆青鸾，本王这一走，10天半个月也是有的。你在京中最好安分守己一些，否则再出什么事，本王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还有，你这一身武艺，能不暴露还是不要暴露的好。这世道上多一道底牌，终归是多一条命。最后，
若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，就去别院找徐老，他是我亲信之人，可调动京城不少势力。这是信物。王爷不就是走10天半个月，怎么跟交代后事似的？再说，我陆青鸾在你眼里就是个处处需倚仗王爷的废物不成？你若是个废物，我倒放心，偏是个最会惹麻烦的。叶王殿下，你不该如此关心我。叶王殿下，你不该如此关心我。告辞。谁知他话不及说完，宇文寒意已经起身离开。方才他紧紧握着的手也瞬间松开，触及空气后变得微凉，让人心上也是微微的一空。再回眸，夜色下已经没有了对方的踪影，竟又是莫名的一空。小姐，玲珑欲言又止。他知道陆青鸾不想与叶王有太多的牵扯，但他看得明白，叶王看小姐的眼里是有炙热的情意的。罢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宇文寒意的辞别，陆青鸾这一夜睡得都不是太安稳的，辗转反侧，时睡时醒间还做了一个梦。梦里，宇文寒意浑身是血的回来，拉着他的手对他笑着。梦里他竟是哭了。王爷，江湖传言，鬼医在邙山被黑风崖所杀，尸体难以辨认。慕容家传信给了陆小姐，让前往认领尸体。陆小姐已经出发了，可不是说陆小姐不就是鬼医吗？慕容家，哼，以我趋炎附势的小人罢了，他们何时匡扶过正义啊？王爷，这是一场局啊，对付咱们的局。什么灭双剑门、奇迹明湖、杀鬼医，都不是您的意思。分明是有人冒充黑风崖，这是要联合所有人灭了葬黑风崖。如今又引陆小姐入局，这是何意思啊？没错，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黑风崖，正是宇文寒意手中的势力。只是这股势力在他手中多年，从来也算是安分守己，虽亦正亦邪，却也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。然而就在他忙于云朝军务，逐渐对江湖松懈麻痹的时候，竟是悄悄地变了质。而之前他对陆青鸾说，边城出了事，自然也是骗他的。原本想尽快解决，不想陆青鸾也入局了。这样也好，至少他在局中不会太孤单了。王爷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此番陆小姐为鬼医，赶赴慕容家，太后担心陆小姐一路安危，所以命瑞王随行保护。哼，这下他称心如意了。想到那二人朝夕相处，把臂同游，宇文寒意真就恨不得顺手把这江湖给搅和个天翻地覆，腥风血雨。什么慕容家，什么整个武林，真当自己是碟子菜了，惹毛了本王，让你们通通跪在本王的脚下。真是安逸久了，幺蛾子也多了。那王爷，现如今我们要如何打算？其实我们也算与陆小姐同路，不如……不用，让他认领完尸体，赶紧回京。那尸体肯定不是鬼医，因为陆小姐才是鬼医啊，这点陆小姐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可她……不管她什么目的，让她尽快滚回去。王爷，陆小姐连您的话都不听，您觉得会听属下的？她要是喜欢待着，那就待着，顺便睁大眼睛看看本座如何血洗武林，顺道在她劫持过来，就被黑风崖夫人当的，也就别回京城了。王爷，您也就嘴上厉害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，这次慕容家召集的江湖势力都有哪些？自然是一阁双足四宗门的那些人了，其余都是散兵游勇，不足为惧。王爷要一一铲除吗？所谓一阁，便是江湖第一的情报组织串珠阁。双足，则是慕容家与兵器门上官家。四宗门，便是遭遇袭杀的双剑门、明湖派、九华门、七巧门。一一铲除太麻烦，
如果他们偏要一味作死的话，本座也不介意让他们就此消失。季大宗门这次真的是不作不死啊！王爷此番低调回来，明显是要调查真相，息事宁人的。结果现在好了，你们偏偏招惹了陆小姐，陆小姐偏偏与瑞王同出江湖，你们完了，你们彻底完了。论一个被激怒的大魔头，他能做出什么？至于你，啊？韩城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王爷居然提到了他。属下自然是跟在王爷左右了。这次不用跟了，你去找陆青鸾，就说本王不放心他。王爷要我保护陆小姐，属下必然。你觉得陆青鸾需要保护？或许不太需要。保护瑞王，看紧了。是。在下慕容明礼，有事远迎了。原来是慕容大公子。你病了？还好，没事。久不出门，又遇上大雨，昨夜染了点风寒。没关系，慕容公子，听说我师父遇害，尸首被你慕容家带回，我要亲自看看。这是谁呀？这世上竟有这么美丽的女人！我的天，这分明是画里的菩萨仙女啊！毫不夸张地说，所有人都看直了眼，包括那慕容大公子慕容明礼，两只眼睛几乎都要瞪出来了。瑞王回眸，当时满面复杂。当初他何尝不是被这一幕搅得心神不宁，夜寐难忘？只是陆青鸾素来是个有分寸的，在京城都时常戴着面纱，怎么如今到了江湖？是因为生病疏忽了吗？都怪自己没照顾好他，而韩城则是满面愕然。陆小姐这是要闹什么幺蛾子吗？此刻旁人看来是一朵纯洁无瑕的小白花入了凶险的江湖，但是在韩城看来，分明是一朵带刺的白玫瑰，要吞了整个江湖的。他来慕容家可不是为了尽孝的，而是帮玲珑姐弟三人找场子的。常言道，美色如刃，刀刀割人性命，便是要搅他个腥风血雨，天翻地覆。早闻福康郡主倾国倾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等的美人。慕容公子过誉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，只是郡主的身子……无妨，舟车劳顿，有些水土不服罢了。可惜啊，我终是只得了师父医术上的衣钵，没能强身健体。如今一急，更是医者难自医啊！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一剑连杀5人、剑锋不沾血的陆小姐吗？还真是柔弱不能自理呀！沿路上不知多少人看陆青鸾看得都直了眼。韩城心想，要是王爷在，估计能血屠了这慕容家。陆小姐也是个不省心的，我那可怜无从自理的王爷啊！诡异传人，福康郡主来了！福康郡主来了！这福康郡主真是天人之姿，比画上的菩萨还美，比江湖第一美人慕容嫣然还美吗？慕容嫣然？论容貌，那慕容嫣然简直就是庸脂俗粉。我觉得拿慕容嫣然跟福康郡主做比较，简直就是羞辱了福康郡主。陆侄女，你可来了。陆侄女儿，陆青鸾满脸的问号。慕容家主与家师，侄女有所不知啊，我与你师父诡异也算是忘年之交。你师父曾与我有过恩情，这些是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的。却是想不到，你师父名声在外，竟是遭了黑风崖的毒手。我等知晓的时候，痛不欲生啊！真是糟老头子坏得很呐，险些让你忽悠了。竟有这样的事吗？我师父素来救人不留名，
我竟是不知。鬼医何止施恩慕容家，武林同道之中，谁人没受过鬼的恩德啊？这样的忍者，黑风崖那群狼心狗肺的，居然都下得去手。我以前这么乐善好施吗？我咋不知道？等一下，还没确定那尸体是不是鬼医呢？怎么就有种哀莫逝者，宽慰遗孀的感觉？是不是他头上再别一朵小白花，就有种葬礼现场的既视感了？关键死者还是他自己，而且他还看出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在场所有人似乎都无比的希望那死了的就是鬼医，这样他们就可以以莫须有的恩情善名，再以正义为皮，正是歃血为盟，共讨黑风崖。至于黑风崖做的恶事，至少他可以证明鬼医肯定不是黑风崖杀的。那么其他事情呢？照这样发展，他一会儿去变肾，究竟说是呢还是不是呢？要说不是，这些人多半是不答应的。要说是吧，难不成他自己要把自己给风光大葬了吗？想想脑壳疼得慌，陆青鸾则纠结要怎么说。果然是个狐狸精。慕容嫣然，至于这慕容嫣然，陆青鸾自然是知道的，甚至是如雷贯耳。此女一直自负美貌，自封了一个江湖第一美人。但当年玲珑姐弟三人还在慕容家的时候，玲珑的容色却是自小就在她之上。后来玲珑父母这一脉被害，慕容嫣然更是公报私仇，亲自用刀划破了玲珑的脸。小小年纪手段之狠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这位便是名震武林的江湖第一美人慕容小姐。谁知刚一问完，身后传来扑哧一声，竟是韩城一个没忍住笑了。他这一笑可着实是画龙点睛了。于是易容的玲珑与海棠也立刻配合的莞尔一笑，故意不看慕容嫣然的眼睛，赤裸裸的嘲讽。你偏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又不能失了分寸。如今郡主以诡异身份回了江湖，以后这江湖第一美人的名声自然就该易主了。不得！陆金鸾正要假模假样的喝止，哪里来的贱奴？嫣然，不得无礼。不过慕容博的阻拦还没有成型，陆金鸾已经不易察觉地挡在了海棠的面前，所以在外人看来，是慕容嫣然要攻击陆清鸾的。郡主小心！猛然推出一掌，因为一切来得太快，旁人就是想要阻挡也是没能出手。也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，只听一声惨叫，慕容嫣然的身体就仿佛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啪的一下就被打了出去，还狠狠地拍在了墙壁上。嫣然，福康郡主，你的人出手未免太狠了吧？慕容小姐，韩城，你怎么回事？叶王让你保护我，可以没让你这般胡乱伤人啊！刚才不是你内力传音让我出手？不过韩城已经认清了现实，陆小姐这就是给他寻锅呢。陆小姐这就是给他寻锅呢，当即冷硬着脸道：“郡主恕罪，属下只听命叶王。既然叶王殿下命属下保护你，方才大家都看到了，慕容小姐确实要对您出手，只是属下常年在军中，一时出手没了轻重。再说，慕容家威震江湖，哪知慕容小姐如此不堪一击呀！属下事后自然会去叶王面前请罪，但保护郡主的责任，属下是万万不敢怠慢的。你这莽夫！慕容小姐怎么说也是女孩子。陆金鸾一副气得不行的样子。演，你继续演。连旁上的瑞王都一脸魔幻主一般的表情，感觉女神滤镜啪的碎了。慕容嫣然早就被打懵了，待恢复意识之后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谁知摸了一手的血，慕容嫣然直接傻眼了。但她知道她毁容了。她一直自诩美貌，
如何能忍受这样的事情？当即吼叫一声，就疯了似的朝陆青鸾冲来。我杀了你这个贱人！保护郡主！这下韩城是真的奉命行事了，不过也没什么花花招数，直接一脚就把冲上来的慕容嫣然给踹得飞了出去，最后啪叽一下落在了远处的青石地上。踹完人家闺女儿，韩城还反口咬人道：慕容博，你们慕容家到底什么意思？要谋刺郡主吗？一而再再而三的纵女袭击郡主。这慕容博原本还想发难呢，被这么一阵抢白，反而不知怎么说了。如果说第一次是误会，那第二次慕容嫣然的杀意就太明显了，根本是百口莫辩。富康郡主，我会处理清楚的。慕容家主，我不怪你，只怪这韩护卫是夜王派来的，我也莽夫，我洛青鸾虚弱的解释，最后还一口气没提上来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福康郡主来了，这下好了，连尸体都不用去认领了。小姐，郡主你怎么样？郡主，快传太医，不，找个郎中就行了。郡主金尊玉贵，想不到来了这种地方还被气成这样。顶大个黑锅又扣在了慕容家的头上。慕容博士气得一佛跳墙，二佛升天，偏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今日谢小姐给我们出气。慕容家还是那个慕容家，一草一木都不曾动过，可如今他们呢，却是面目全非，这才是悲从中来的。他的弟弟慕容海棠原本才该是这慕容家最尊贵的公子，如今奸人鸠占鹊巢，昔日仇人就在眼前，却不能立刻报仇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做什么？快起来吧，以后不得让外人瞧见。你们就放心吧，既然来了慕容家，我必然是要成全你们的。当年陆青鸾身怀6甲，孤身一人，他们姐弟3人亡命天涯，无所依从。究竟是他们救了陆青鸾呢，还是陆青鸾救了他们呢？早就说不清了。所以一句一家人便是概括了全部。对了，穿珠阁的人什么时候来？陆青鸾这才想起自己的另一个马甲。按照约定，他们今晚就到。李氏小姐装病歇息就是了，想必无人打扰的。好。陆小姐的婢女护卫，竟是慕容家曾经的嫡系子弟，怪不得。好在韩城也不算外人，陆青鸾也就由着他去了。再说这一路上，不还得靠着韩城这块金字招牌给他背黑锅吗？陆小姐，属下今日表现如何？甚好，回去我会在燕王面前替你美言的。那属下多谢陆小姐了。陆青鸾迅速换了一套黑色的衣服，刘玲珑在此接应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假扮他。陆青鸾则带着海棠匆匆消失在了窗外逐渐暗沉的夜色下，于正在赶往慕容家的串珠阁会合。究竟是他们救了陆青鸾呢，还是陆青鸾救了他们呢？早就说不清了。所以一句一家人便是概括了全部。对了，串珠阁的人什么时候来？陆青鸾这才想起自己的另一个马甲。按照约定，他们今晚就到。李氏小姐装病歇息就是了，想必无人打扰的。好。陆小姐的婢女护卫，竟是慕容家曾经的嫡系子弟，怪不得。好在韩城也不算外人，陆青鸾也就由着他去了。再说这一路上，不还得靠着韩城这块金字招牌给他背黑锅吗？陆小姐，属下今日表现如何？甚好，回去我会在燕王面前替你美言的。那属下多谢陆小姐了。陆青鸾迅速换了一套黑色的衣服，刘玲珑在此接应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假扮他。陆青鸾则带着海棠匆匆消失在了窗外逐渐暗沉的夜色下，
与正在赶往慕容家的串珠阁会合。我等不必自责，串珠阁也只是情报组织，又不是无所不能。走吧。忽听不远处亮起了几朵烟花，问道：那是什么？回禀阁主，那个方向是平遥城，不过一座小城，但那城中有一酿酒师十分出名，听说他酿造的药酒用的都是十分珍贵的药材，不仅好喝，还能助人运功，延年益寿。不过好东西难得，这酒窖分别3年、5年、10年才开一个酒窖，每一次开酒窖不知多少人踏破门槛，千金难求啊。不过算来最近似乎是10年一次的开窖，距离上次开还是10年前了。我们倒是赶得凑巧。10年，确实难得。既然是好东西，又刚好遇上，不如我们也去凑凑热闹。反正慕容家那边也不是很急。这酒可不是寻常的好酒，而是带着一股异香，一嗅便知是好东西，不亚于天才地宝。此刻平遥城的另一个方位，也正遥遥地赶来了几个人。这几个人皆穿着一身黑衣，甚至脸上还戴着黑铁面具，直直的就朝着平遥城中的一处酒庄而去。酒徒，你酿酒不就是拿来卖的吗？今日是何缘由？我们又不是出不起价钱，连厂都不让我们进，你莫要欺人太甚。别给你们自己脸上贴金了，出得起价钱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。这坛70年的可是我师父留下来的，岂是银钱能买卖的？酒徒师傅的药酒，那已经堪比天才地宝了呀。多少钱？你说个数。什么人？江湖上没见过这号人物啊。哼，纵然你的酒价值千金，可若连命都没了，你觉得还能值多少？1万两黄金，我要了。趁着这院子还没见血，酒徒，你还是早做决断的好。1万两黄金，不少了。1万两黄金，你当我缺这1万两黄金吗？你当我缺这1万两黄金吗？那你要什么？我要我孙女儿的命。好，你孙女在哪儿？我帮你杀了她。呸！王八蛋，放你娘的臭狗屁！滚滚滚！我孙女病入膏肓，原本这酒是我为鬼医准备的，哪成想鬼医竟然先去了。那这不是巧了吗？你把酒给我，鬼医虽不在了，可他徒儿还在啊。我与那鬼医传人交好，到时候我帮你说说，让他救你孙女不就成了？串珠阁梦神姬，居然是串珠阁梦神姬。梦神姬？黑风崖，是黑风崖的人。如今整个武林要灭他们，竟然还敢来。没错，本座就是黑风崖崖主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大魔头。你们还不知道本座叫什么吧？听好了，本座名唤叶寒，可别记错了。你就是黑风崖崖主？你说你大晚上带这么个铁疙瘩在脸上，不难受啊？说好的大魔头，怎么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啊？大胆！本座此刻心情好，不想血气玷污了酒气。你们当听过我黑风崖的名声，若不想死，就速速退开吧。你要我走我就走啊？你当本小姐是吓大的不成？我这银叶扇也许久不染血了，不如试试。只是万一你我打个你死我活的，最后岂不是便宜了这穿白衣服的？不如我们俩联手，先把他解决了，再大战一场，如何呀？此话甚得本座的心思。本座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藏头露尾的人。我是黑风崖的大魔头，你是串珠阁的梦神姬，那你是谁呀？敢报出姓名吗？不敢，那就杀了你。哎呀，说起来，我平生也不喜欢藏头露尾的鼠辈，那就先解决了这穿白衣服的吧。而说是迟那时快，宇文涵与于陆清完一面大笑着，一面已经双双出手，
同时被江湖上的2大绝顶高手袭击，这白衣人此刻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惊骇这2人的实力，同时也只能迅速的离开。这就吓跑了呀？此人还能有点体面的离开，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。本座倒是好奇他是谁了。是啊，是谁呢？宇文寒也愕然发现，他怎么跟这梦神姬还聊上了？关键还挺聊得来的样子。本座过去一直以为江湖上多是蠢材，但今日见了你梦神姬，才知道原来还有你这样风姿的人物，也是难得。本座不想杀你，不如交个朋友，那70年的好酒归我，其余都送你，如何？你既然说是交朋友，那为什么不把70年的好酒给我，其余都归你呢？没诚意。还有什么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选择。今晚的好酒我都要。若非本座有个非要不可的理由，不然还真想送了你啊。阁主，药酒虽好，但此刻与黑风崖的魔头对上不划算呢。放心，打不过的话，我会及早抽身的，我又不傻。你们当老夫是死的吗？你们当老夫是死的吗？我这就回了。老头，你别想冲动，我刚才说的话是真的。我与鬼医传人交好，你真的不要试试那传人的医术吗？不比鬼医差的。你与鬼医传人交好？哼，本座与鬼医传人的关系也不差。明着告诉你吧，那鬼医传人陆青鸾便是本座未过门的媳妇。刚才还觉得你像个君子，原来是个无耻小人，张嘴胡说。好吧，本阁主也不藏着掖着了，鬼医传人与本阁主乃亲姐妹。哼，你才是信口胡说的小人，本座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你这么个大姨子？滚！谁是你大姨子？你这无耻之徒！刚才本座也高看你几眼，原来你梦神姬也不过如此，欺世盗名罢了。你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我说的自然是真的。鬼医传人与我梦神姬犹如一人，我让他救谁，他必是救谁的。